哎呀，这几日农忙，我夫君呢也顾不上清理猪圈，这院子里啊都有味儿了。你既然想要干活，就帮我把猪圈给清一下吧。他说什么？竟然让我去清理猪圈！夫人，您这怎么能？不能吗？不是你说要来帮忙的吗？你若是不想做，那我去找别人吧。别夫人，我很能干的，以前在老家也会打扫猪圈的。是吗？那你可真是个能干又能吃苦的姑娘。看来我找你啊，这是找对人了。这活儿啊，我可干不得，又闻不得这味道。平日里都是夫君来做的，今日就辛苦姑娘了。都是穷苦人家出身，这婆娘这么懒，夫君干了一天的活，晚上还要清洗猪圈，她一点都不疼自己夫君的吗？不知道东家为什么还那么宠着她。不辛苦，这是应该的。那边有水，猪圈旁还有扫把，一定要用水冲洗干净啊。还有上头有个厕所，也顺便打扫一下啊。苏婉婉心里极美，拉着小月儿去了菜地。娘亲，她为什么要来咱们家帮忙清理猪圈呢？哼，她在作坊天天不干活，还要吃咱家粮食，心中有愧，干点活啊，心里舒坦吧。那她也挺好的，我白吃别人家粮食也会心里不舒坦。这可不一样啊，小月儿。小月儿，你记住了，看人不能看表面。娘亲，这些竹竿子是做什么的？咱们呢，给这些豆角搭一个架子。这些豆角为啥要搭架子？难道它跟爬山虎一样会往上爬吗？小月儿真聪明，这豆角啊就是往上爬的，等长出豆角来，我给你炒肉吃，可香了。那个赵姑娘啊，你是不是很累？不行的话，我再去找别人好了。你这样干到晚上都干不完啊。不累，没事的，我会快点的。赵媛媛都坚持了这么久了，好不容易东家快回来了，她怎么可能会走呀？娘亲，那个姐姐干活可真慢，我哥哥去清理猪圈也比她快。平日里哥哥有时也会清理猪圈，他一会儿就弄完了。这姐姐这么大一个人，还不如哥哥呢。苏婉婉也没管他，弄好了豆角架就跑去做饭了。此时的地头，冯小柔终于找到了林毅。林大哥，林大哥，我让我爹来替你一会儿，你跟我走。让冯叔去作坊那边吧，这锄地太累了，我来做。哎呀，你先歇着，我有事儿找你，让我爹干一会儿。啊，是圆圆有事儿，你赶紧去看看。这一会儿啊，就天黑了，我看不了多久。林大哥，你去看看吧，这一会儿也要收工了。他又怎么了？他跑去东家家里了。什么？他怎么会跑去东家家里？东家回来人了吗？夫人在家吗？东家回来没回来我不知道，但是夫人让他喊去的，说是有点活要干。可是都这么久了，你说表姐万一做点啥？林大哥，不是我说你，你若真喜欢表姐，干脆就直接跟我爹娘明说了，赶紧把她娶了吧。我承认，刚开始的时候我是对她很有好感，但是我可什么也没做，也没说，而且现在，反正以后你别说这些话，我和她没有任何关系。啊？可是大家都以为……我已经远离她了，或许不够，你放心，我会找她说清楚的。苏婉婉这边已经熬好了粥了，熬粥的时候在蒸笼里顺便把卤肉给热了一下，粥的香气飘满了整个院子。猪圈里的赵媛媛差点就承受不住了，她的肚子咕噜噜的叫。真是太坑人了，我们那么卖力的干活，只给些粗糠烂菜，自己却在吃香喝辣的，这夫人太恶毒了。你们是来找赵姑娘的吧？赵姑娘可勤快了，我说让找个其他人来帮我清理猪圈，她非说她能干，在那边呢，估计快干完了。林毅和冯小柔都有些无语了，一个猪圈半天都没清理完，夫人还说她能干。
冯小柔都忍不住脸红了，林毅就更是脸一黑。赵媛媛一看这两个人，心想坏事，还没等他反应过来呢，林毅已经到了跟前，直接跳进了猪圈。我来吧，你跟冯姑娘回去，冯大娘在找你呢。表姐，怪不得夫人都夸你能干呢，是够能干的。这一下午的时间，这么大的一个猪圈都快打扫完了。我呢，快完了，我来吧。表姐，快走吧，我娘找你呢，也快开饭了。赵媛媛力气小，被冯小柔这么拉着，是一点力也使不上，就只能跟着走了。夫人，我表姐还有点事儿，我们先走了，剩那一点让林大哥帮忙。娘亲，那个姐姐好有力气啊！沈渊是赶在天黑前回来的。媳妇儿，我回来了。爹爹，嘿，乖女儿。东家，你回来了。你怎么在这里？地里那边有冯叔在那里呢，我过来把猪圈打扫一下。苏婉婉依然没有理会他，整理完那些叶子还有红薯梗，直接拿了个麻袋装着，把那一小罐盐巴也给放了进去。林毅，这个你背回去当菜吃。林毅已经看到是什么东西了，不过还是老实的接了过去。谢谢夫人。别客气，你们做工，我们提供饭食，应该的。只是这旱灾刚过去，吃食上简单了点，你们别嫌弃啊。不嫌弃，这已经很好了。东家，夫人，那我走了，有什么事你们叫我。媳妇儿，今天怎么想起来找人来打扫猪圈了？这些我晚上就干了。苏婉婉没搭理他，回身去看牛车上的楼车。月儿，你娘咋了？娘亲怎么了？娘亲不是好好的吗？今天下午我和娘亲搭了豆角架子呢。媳妇儿，这些活儿你留着我来做就行了。那竹面上都是刺，我瞧瞧，没扎到手吧？媳妇儿，我错了。羞羞，爹爹羞羞，爹爹抱娘亲了，是不是要亲亲呢？小月儿在这儿呢，能不能正经点啊？你不说我犯什么错了，我不放。小月儿，别偷看了啊！你娘是我媳妇儿，我抱一抱正常的。爹爹说的对，爹爹亲一下娘亲，娘亲就不生气了。你不知道犯什么错了，你道什么歉？你是我媳妇儿，不管是什么事儿，反正你不高兴就是我的错。这男人，哎呀妈，也太会了，这话听着也太动听了一些。我没事，就是觉得啊，你太优秀了，总是有姑娘看上你。嗨，行了，我知道了，我已经把他赶跑了，相信他以后不会再来了。你是说难民中的那个？你竟然知道？我明日就让他返乡。哎，长得太好看也不是好事儿，可是留了胡子，媳妇儿又不喜欢，可真难呐。他又没真的做出啥，你无缘无故让人家走，就不怕人家说你欺负小姑娘啊？媳妇儿，谢谢你和我说这些。明日你去和泥吧，不能再偷懒。我们虽然来自不同的村，但是一路逃荒而来，也是一个整体，谁都不能坏了规矩。林大哥，我身体弱，我能不能……身体弱？身体弱还能去给人家清理猪圈？身体弱不是理由，我们拿着东家的工钱，吃着东家送来的饭菜，就该干活，谁也不能例外。不然东家为什么要养着你？人家孩子都能去和泥，你就不能去？林毅啊，圆圆她自小就这样，她可以干其他的，要不然……娘，表姐身体哪里弱了？她今天在猪圈清理了一下午，夫人都夸表姐能干呢。林毅啊，你这不能这么对待圆圆呢，你还想不想要媳妇儿了？我自然想要媳妇儿，但绝对不会是赵姑娘，是我配不上她。大家以后就别说了，我和赵姑娘清清白白，可别坏了赵姑娘的名声。赵媛媛愈发哭得凶猛，身子一抽一抽的，泣不成声。林大哥，我这圆圆哪里得罪了你？明明，明明什么？我们之间可有什么约定？又有什么信物？赵姑娘，你没有得罪我，我只是不想让大家误会了。我知道，我和林大哥没什么，是大家误会了。没关系的，我能干的，明日我就和你。
没事的，妹子，明日我帮你。是啊，圆圆不哭啊，哎，多懂事的姑娘。女人的眼泪就这么值钱的吗？看来啊，她以后也得多哭上一哭，省得她娘以为她是个假小子，啥都能干。哎呦，我再交代一句，东家对我们那么好，若谁敢算计东家，就不要留在这里了，立刻返乡。林毅又丢下了一句话，狠狠地看了一眼赵圆圆，这才离开。我们哪里敢算计东家啊？对呀，我们又不是没有良心，我们感激东家还来不及呢。林毅这小子今日是发什么疯啊？赵圆圆忽然就大哭了起来，也不吃饭了，直接就出了作坊。她感觉有点没脸。她一个人跑到河边，闻了闻自己身上的臭味，气得直跺脚。贺二柱拎着臭衣服，光着膀子到了河边。他准备洗了澡再回去。啊，原来是赵姑娘，你怎么一个人在这河边啊？没事，出来走走。你哭了？你别哭，谁欺负你了？我帮你打他。你这么好一个姑娘，谁敢欺负你啊？你别哭啊！没谁，我走了。贺二柱向来大胆，直接抓住了他的胳膊。姑娘小心点，这河边啊路滑，掉河里可就不好了。你一个姑娘家在这里太危险了，不如我送你回去吧。小姑娘就是嫩呀，可比老寡妇好捏多了。你，赵圆圆刚要骂，却又收回了口，立马就要抽回他的胳膊。贺二柱稳稳捏住，又是一拉，那女子一下子就到了他的怀中。哎呀，你看你多不小心啊！趁着天黑，他又在他腰上摸了一把。大哥，谢谢你啊，我没事的，我得赶紧回了。贺二柱这次直接把他抱了个满怀，双手更加肆无忌惮地占便宜。哎，你看你，我还是送你回去吧。你放开我！一会儿我姑父他们就来找我了。我这不也是为你好吗？啊，没事就好啊。你身上怎么这么臭啊？赶紧回去洗一洗吧。你才臭呢！你也不闻闻你身上什么味儿？是，我臭，我本来就是臭汉子，姑娘是香的。贺二柱插科打诨，赵圆圆瞪了他一眼，立马跑开了。姑姑，我错了，我明日好好干活儿。好孩子，知错能改就行。你这么漂亮，一定会有个好归宿的。爹！当天夜里，沈云逸悄悄地找到了自己的老爹。爹，我看到那个女人去了河边，还跟孬蛋的爹说了一会儿话，孬蛋爹还抱了她。怎么又是贺二柱啊？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。靠，什么玩意儿？行，做得很好，以后啊你也多注意一下啊。放心吧爹，我看着呢，我还让小伙伴们看着，绝对不让他靠近我娘半步。父子俩在房后嘀嘀咕咕的。苏婉婉洗完澡出来，正好看到沈渊一个机灵，你小子多大了还跑墙跟尿？以后给老子去厕所尿！爹，你坑我没有。不过回头看看娘亲，沈云逸只好把这话给咽了下去，一脸的幽怨。媳妇儿，你洗好了啊？那我也去洗一下。小云逸那么乖，怎么可能跑墙根去尿？等沈渊进了浴室，苏婉婉就把小云逸给叫了过来。小云逸，我这里还有几颗棒棒糖，要吃吗？娘亲，你不是说睡觉前不能吃糖，会坏牙齿的吗？失策了，跟着小叔叔读过书的小云逸已经不好骗了，他不再是幼稚园的小朋友了呀。是会坏牙齿，但是你可以明天白天吃啊。比起吃糖，他更害怕被爹打。拿走吧，不过放到明天再吃哦。娘，我爹没做坏事，就是让我看着作坊那边的一个姓赵的女人，不让她靠近娘。沈渊洗完澡擦干头发进屋的时候，看到床边有一张地铺。媳妇儿，我错了，你说的对，那女人会自己作死的，但我这也是以防万一啊。
所以你让小云逸打探出来什么？嗨，真是晦气，那女人可能又要跟贺二柱搅和在一起了。她是天天捡你的破烂的吗？走了一个柳春梅，又来一个赵媛媛，竟然都跟贺二柱有了关系。媳妇儿说这话我不爱听啊！什么叫我的破烂啊？我看都没看过他们，好吧？媳妇儿，要不我还留大胡子吧？干嘛还要留胡子啊？就这样好看。你做错了事，今晚睡地铺。不行，媳妇儿，我抱着你睡我睡不着，咱换个惩罚的方式呗。我帮你揉肩、捏背、按腰。沈渊见小媳妇儿不吭声，就开始得寸进尺了起来，手也不老实，直接把媳妇儿抱了个满怀。苏婉婉的腰身被他那么一捏，痒得不行，一个翻滚被他带着就滚到了地铺上去。本来呢是要罚他睡地铺的，结果最后变成2个人睡地铺，又不知道什么时候又睡到了床上去了。沈渊家的，你家这是在干啥呢？柳叔，你来的正好，快帮我们看看这种子的深度和宽度，这样可以吗？柳大平蹲了下来，扒拉开那泥土看了几个，又看了看这长长的一垄。深度可以，宽度也可以。哎，沈渊家的，这是用那牛种出来的？那就好。对，这是我和沈渊新琢磨出来的楼车，也就是播种机。这也太好用了吧！照这速度，你这2天就能把你们家地全部给种了呀？是呢，这可是我媳妇儿想出来的。刘叔啊，等我们家种完了再给村里人用啊。你小子怎么这么有福气？这哪是娶媳妇儿，分明就是娶了个宝贝疙瘩呀！是，我就是有福气，不然咋找上我媳妇儿来？不过讲真的，你娶这媳妇儿，不仅你有福气，咱们整个村都跟着有福气了。你这媳妇儿是个福星啊！哎，行，我先报个名，你这用完了，给叔爷用用。柳大平也不多说，背着手离开了。沈渊家里的地那么多，3天就全部播种完了。而此时，朝廷的赈灾粮再次到达，同时还到达了很多豆种以及一封信函。陛下英明。许怀远留下需要的豆种还有赈灾粮，其他的全都送往了北部的3个县，并立刻通告让难民尽快返乡耕种。消息传到大柳树村的时候，沈渊家里的地已经播种完了。夫妻2人也是震惊，朝廷这次速度太快了，快到他们感觉有些不可思议。想要尽快筹集粮种并且运送到灾区，最少需要2个月的时间。这青天剑竟是比我们那里的天气预报还准确吗？苏婉婉觉得简直是神了，提前2个月啊！他们那里的天气预报都没有这么准的。青天剑虽然是会看天气，但是也没有那么长久。此事确实有蹊跷，不过也不是坏事儿。提前预知，朝廷也正好提前做准备，赈灾粮种这么快到达是好事儿。难民这下子全都能返乡了。哎呀，现在的皇帝啊，想来应该是个明君。小皇帝登基才不过3年，能做到如此是已不错。你是说小皇帝？皇帝很小吗？才登基3年啊？也不小，15岁登基，现年18岁。他生活于民间，能登上帝位也是意外。但是民间皇帝大抵是最了解民间疾苦，所以也人善了一些。那也不算小了。长在民间受过苦的皇帝，面对灾难，怕不是要想各种办法，指不定要自己筹集资金，各种募捐呢。这倒是像他能做出来的事儿。翌日，沈渊一大早就来到作坊这边。想要回去的，今天就可以结账离开了。东家，我们不能把作坊就扔这里，总要干完了再回去。没事，作坊不急，不能耽误了耕种。现在朝廷给你们赈灾粮也有种子，想回的就可以回，我们不勉强。东家，您和夫人就是活菩萨，我们一定会日夜祈祷，感谢您的恩德啊。沈渊没有多说，依旧是让林毅统计人员名单，随即就让沈昭过来给他们发工钱，送他们出村。林毅没有走，此外留下来的还有3户，其中1户是冯小柔他家，当然了，还包括了赵媛媛。留下来也可以，男丁依旧盖作坊，女人帮忙着做些和泥的小活。现在灾情过去，男人20个铜板1日，女人10个铜板1日，老人捡柴做饭5个铜板1天。孩子没钱可拿，
我每天只提供每户1顿饭的粗粮，菜和盐吧，你们自己想办法。听了这话，众人纷纷表示同意，也知道东家呀这是照顾他们了。安排好难民的事情，许县令又和农业司一起来到了大柳树村。这次本官都不知道该如何奖励你们了，县里这时候也空了，没银子奖励，先欠着吧。你们如果要地也是可以的。那我们要地吧。那成，赏50亩良田，银子200两，就先这么欠着。50亩？沈渊夫妇厉害啊，朝廷都欠他们银子啊。走，本官还想去看看你们的作坊。看着那已经盖了一半的厂房，许怀远是有一大堆的问题要问。你这作坊是要做什么的？听说是豆制品，怎么需要这么大的作坊？大人，我们这也是利用咱们通许县的优势，做的是豆制品加工，原材料就是咱们这里的大豆。现在没法说，等做出来一定送给大人一些尝尝。豆制品？你们让江顺找煤，这里是需要烧锅炉吗？对，还得劳烦大人。啊，用煤文书没问题，只是煤饼烟雾太大，用不好或许会中毒，你们可得小心。大人放心，我们这里的烟囱就是排气的，然后房顶的4周都会留有排烟的气孔。你们做事稳妥，现在你们大柳树村不仅有红薯、玉米，还有这豆制品作坊，看来本官得多派些人来看着。大人没事来指导一下，都知道这里是您护着的，就没人敢来捣乱。苏婉婉浅笑，一行人再次回到了沈渊家里去。苏婉婉又把自己对豆制品的规划讲了一遍，听得许怀远直接站了起来，激动得不能自已。你们放心大胆去做，只要我有1天在这通许县，就没人敢来捣乱。我娘还念叨着你们呢，只不过这几日小多多生病，她没法来。我也想娶老夫人了呢，老夫人若是觉得在县里无聊，随时可以带着多多来找我们。成，那我回去就和娘说，等多多好了，让她没事来叨扰，省得1天就想着回老家去。许县令带着衙役离开，赵庆海却是留了下来。又多了50亩地，沈渊直接都种上了豆子。有了曲园篱还有楼车，这50亩地也不是问题。赵大人，你忙着呢？沈渊家的，你这该不会又弄出什么好东西了吧？柳叔呢？这东西得集全村之力才能造出来，我得找他商量一下。我公爹下地浇水去了，用我去喊一声吗？不用，我去找他。我还没看明白，这是个啥玩意儿？像个车轮子似的。走走走，我跟你一起去。2个人风风火火的又往地里跑。刘理正，先别教了，快来看看沈渊媳妇儿又捣鼓出什么东西了。这叫水车，是一种灌溉工具。这里是水斗，用来装水，河水冲过来，接着水势就会转动，水斗的水被提升上去，到了顶部，水斗自然倾斜，水就会自动的注入渡槽，就是这里，然后呢就可以自动流到需要灌溉的农田里。这么大小的水车能灌溉600-700亩地，再小点的也能100-200亩，省力省工省银钱。刘叔，等造出这水车来，你可再也不用挑水去灌溉了。这一个大圆轮子真的能实现自动灌溉？赵大人觉得呢？哎，能不能造出来看看不就知道了。若是造出来真的能，大柳树村将会成为我通许县啊，不对，是整个大夏朝的标杆村。啥？标杆村？造，管它成不成，不造永远不能成。柳叔好像不太懂，赵大人可不可以指导一下？谈什么指导？你这画的够清楚了，连多宽多长都有标注，有不懂的我们再问。以前那些农具我没有参与，这个我必须来。别教了别教了，这地还没完全干呢，不教也不打紧，先召集村民商议。这玩意儿用的木材多，费用看看要怎么出，毕竟可是全村收益，大家都得拿一点。当天晚上，刘理正就让每家出一个人到卖场室开会，赵庆海也去了。都安静一下，听我说。这2天开始浇地了，庄稼汉子都知道浇地有多辛苦，正好沈渊媳妇呢又琢磨出一个新奇的玩意儿，
能够实现自动浇地。真的能自动浇地？那可太好了！天天浇地，我这膀子累得不行。是啊，这浇地可太辛苦了，跑那么远挑水，累死个人。哎呀，咱们村啊，能有沈渊媳妇儿，可真是太好了。哎呀，大柳树村这氛围可真是好，不像咱们村，李正就是个不管事儿的。可不是嘛，正因为人都好也团结，这大柳树村呐才会越来越好。等这作坊建起来，大柳树村家家户户有工可做，还能种地。哎呀，这是都要过上好日子啦。这个水车建造起来需要花一些银子，但是啊，却能把咱们村的地都给浇了，家家户户都能受惠。所以我想着啊，咱们每家都出一些钱。我也知道大家现在都难，但是分摊到每一家也不多啊，只要50个铜板就够了。一说到钱的事情，大家忽然又沉默了。大家不要可惜那50个铜板啊，想想那水车，咱们再也不用起早贪黑的浇地了，而且出50个铜板，受益子孙后代，能用多长时间呢？柳叔，我们作坊也需要用水，我家出一半的钱。那沈渊愿意出一半，咱们还要出多少铜板啊？沈渊若出一半的钱啊，其他每户出25个铜板便可。这是沈渊夫妻为咱村里着想才这样做，不然以沈渊的能力，他们自己造出水车用于作坊，咱们谁也不知道还能灌溉农田。你们仔细想一想，觉得合适的、能接受的就来报名。我家同意。那不行，我家地少，凭什么也出25个铜板？对呀，我家地也少，不能少拿几个铜板吗？那你家就永远不会再买地吗？不会再添丁吗？一辈子就只有这么一点地了吗？咱们能不能都有出息点儿？刘理正说得很对，谁若不愿意，将来挖沟不到他家地头就行。这种事情讲究的是自愿。可是我们都交了铜板，最后做不出来算谁的？谁知道那水车管不管用啊？我既然敢拿出来，那就说明一定能管用，不管用算我的。那是你婆娘，你自然是信。我们信，沈渊媳妇儿做出那么多农具，还有赵大人在一旁看着，肯定能管用。我报名，我家愿意交铜板。我也信，不就25个铜板吗？不交地多省事啊！对呀，若是真的可以不交地，50个铜板我也愿意。何二柱啊，你家不想用就不交啊，可千万别勉强啊！我就不交，等做不出来让你们哭去。哎，圆圆呢？学着回去了吧，咱们走吧。此时的赵圆圆还等在一条路上。这时，终于透过月光看到了一个身影急匆匆地走了过来。再仔细一看，确定是他在等的人。哎呀，我的脚！谁？怎么了？我扭了脚，好疼啊！赵姑娘，是沈哥，我扭脚了，你能送我回去吗？哟，三叔，你怎么在这儿呢？沈云逸上前拉着沈素就跑。你干什么？怎么了？跑这么快？哎呦喂，这女人好好走路咋会摔倒呢？一定有猫腻。小叔叔真是太傻了，服什么服啊？被坏女人缠上怎么办？真傻。小云逸操碎了一颗心，一口气拉着小叔叔跑回到了老宅。那个三叔，我二伯他在家想上厕所，你赶紧去扶他。沈恒正坐在床上搓麻绳，看到沈素回来也是一脸的奇怪。二哥，我扶你去厕所。啊，我不去上厕所？就算去，我现在自己也可以啊。你怎么这么早就回来了？被那小子骗了。沈素这才想起来那个摔来的姑娘，一拍脑门，哎呀，他就这么跑了也不礼貌呀，他得回去找个姑娘送他回去。他跑到邻居家，大红还没回来呢，他干脆顺着原路走到卖场那边，喊自己老娘过来好了。沈素跑到刚才赵圆圆摔倒的地方，看到四周没人，想着她会不会是滚到下面去了。赵姑娘，
你喊谁呢？赵姑娘？哪个赵姑娘？你怎么走路没有声音的？吓死我了！我正大光明走过来的，你这么贼兮兮的，是在找谁啊？你该不会和别的姑娘在这里？哪个赵姑娘？沈素，你是不是个东西啊？喜欢别人非要偷偷摸摸的，这不是坏人家名声吗？我咋偷偷摸摸的了？我就是过来看看，刚刚赵姑娘在这里摔倒了，我被小云逸拉走了，感觉不礼貌，就想着她还在这里的话，就找我娘把她送回去。哟，还知道找婶子过来送啊？婶子呢？你就是想自己送的吧？还专门跑回来，你是不是喜欢那赵姑娘？贺英红懒得搭理他，看到有人过来，瞪了他一眼就往家里去。喜欢那姑娘啊，可拉倒吧！赵媛媛死命的挣扎，可那人却是拽得很紧，他怎么挣都挣不脱。月黑风高的，他甚至看不清那人是谁。媛媛，媛媛！身后的人许是也听到了声音，暗觉不好，把怀中的女人往前一推，迅速的离开了。哎呀，媛媛，你吓死我了！你怎么跑这儿来了呀？姑姑，我没事，我就是出来转转，不小心摔了一跤。你一个小姑娘没事往外跑干啥呀？这山上可是有猛兽的。走走走，赶紧回去。林毅举着火把看了一眼，又看了看四周，他眸子沉了沉，不过也没吭声。老子最近天天累死了，你这娘们天天装死，还想和离？你做梦，死也要做我家的鬼！贺二柱骂骂咧咧了一句，也不想看他，转身去了另一个屋里。死？哼，死也要拉你一块入地狱！娘亲，爹，娘，我刚刚看到那个女人故意摔倒，想让三叔去搀扶她，送她回去。可是爹说了，我得看着那女人，不能让她靠近娘。我就想着也不能让她靠近三叔啊，就把三叔给拉跑了。好家伙，逮着老沈家一家人薅羊毛啊！小云逸做的真棒，你三叔应该感谢你。是不错，你去喊一下你小叔和月儿他们，时候不早了，都早点回去睡觉。爹爹终于夸我啦，我去叫他们。还以为他会和贺二柱那个蠢蛋，怎么就看上了沈素？沈素这呆头脑，今日若不是小云逸，他是真找得到了。明日啊，你去敲打一下他。如果他真的和贺二柱，我倒是乐见其成，也正好把一个苦命的女人给解脱出来。明天把他赶出去算了。你赶不走的，顶多就是不让他上宫。但是他姑姑一家在这里，她一个孤女，自然是要跟着姑姑生活，还是留在这里，除非你让冯氏一家都赶走。世上这种人很多，你赶走这个，可能还会来另一个。你瞅着看吧，恶人自有恶人磨。行，这农忙马上结束了，我多招一些村里人来盖房子，等作坊完工，到时候立马就让他们走。这一日，江顺又来到了大柳树村，他是来送煤饼，还有使用煤饼的文书的。这也太大了吧！炼铁那里是咋用的？这煤饼已经是加工过的了，它们也都是有烟囱的，还有排风扇，多洒水。这煤啊就是这样，烟气太大。不过好在啊，咱们大夏朝煤矿山好几座，煤炭也不贵，能用还可以。那就好。嫂子，你们不知道，咱大夏朝好几座煤矿山呢，但是用煤的用处呢也不大。矿山积压的煤饼有不少呢，比木炭可便宜多了。当然，相对于老百姓来说也是贵的。这价格需要我们自己去谈吗？有这文书，大哥大嫂就可以自己去购买煤饼。咱们隔壁新平县就有一座煤矿山，不过那里属于成王的属地，煤矿也是成王在负责。成王？隔壁县竟然还有一个王爷？属地是封地的意思吧？等过几日我们亲自去谈。那你们多等几日吧。我这次来啊，还有一个事情要告诉你们，城里或许出现了瘟疫，最近都不要随便出村啊。确定是瘟疫？什么症状？就是发冷、发热、出汗，有些人会呕吐、恶心，
甚至有些跟发疯了一般，口吐白沫啊。县里的大夫说是打摆子，元哥，我过来就是提醒一下，最近一定要注意消杀蚊虫啊。知道了，你先回去，我去找李正。沈渊起身，江顺也知道事态严重，并不多待，直接就离开了。县城当初那么多难民，最先开始有出现瘟疫也正常，就怕这个瘟疫会蔓延到各个村里，家里还有干艾草，拿出来熏熏。打摆子应该就是书上的疟疾，既然这里都知道打摆子，以前这打摆子有治疗方案吗？你快去找村长。对了，柳大夫还在不在村里？他那里若是有药，可以买一些。沈昭，你带着叶儿他们把这些艾草烧一烧，把院子里的蚊蝇消杀一下。听闻出现了瘟疫，整个大柳树村陷入到了巨大的恐慌当中。好在村里还没有出现病例。婉婉，这是什么？嗨，我自己瞎编的。那门敞开着还进蚊子，就想着能不能用草编一个帘子挂在门上。前些日子见蚊子多就开始编了，这不还多出2个，你先用着。嫂子，你太厉害了。哎呀，都是瞎编着玩的，这跟编草帽一样，就是编的没那么密嘛。不能白要你的东西，这东西可费劲了。苏婉婉就要给钱，李玉林却是神色一怒，仿佛自己受到了侮辱一般。你把我当什么了？我自己送来的，结果收了你的钱，这不是强买强卖吗？你帮我们那么多，送2个帘子算啥呀？不要，快拿回去。那成，嫂子，我不客气了。这就对了，跟我不用客气。你这不够啊，我再回去给你编一个。不用，厨房那里不用，就这够了。你知道不？你们作坊那边有一个姑娘被贺二柱给看上了，我看到好几次她没事就找人家小姑娘说话，我就提醒一下，毕竟在你们家做工的，万一被……这贺二柱还真是恶心。以前呢去王岗村爬寡妇床也就罢了，现在还打人家大姑娘主意，一定是看着那姑娘孤苦无依，我是怕真出了事儿了，会不会影响你们的名声？谢谢嫂子提醒，不过那姑娘就算在我家做工，我们只给工钱，又不负责她的安全，影响不到我们名声的。苏婉婉却是不在意，谁人也没规定老板就得负责员工的清白吧。说的也是，只是都是做女人的，还真不愿意看到好好一个女孩被那烂货给毁了，我得提醒提醒她。还用得着你提醒啊？你也说了，都经过好多次贺二柱往他身上凑，和他说话，他心里能不清楚吗？我觉得呢，他肯定也知道。不过嫂子你说的也对，不管人咋样，都是女人，也见不得那个，除非他自己愿意。谁说不是呢？那贺二柱不是个东西，你知道吗？当初我那妯娌能嫁给他，也是他先。我那妯娌可怜呐，被贺二柱那个了，不得已才嫁过来的，一辈子都毁了。不行，他已经毁了王翠娥了，不能让他再毁了另外一个姑娘。这是《西游记》，沈昭，你竟然用繁体字把《西游记》给写了出来，怪不得前段时间你总是问我呢。我是照着这个写的，你没事给我们读，我当天晚上就会按照你读的对照着书再写一下。嫂子，你们那里的好多书我都很喜欢，麻烦嫂子帮我认字了。所以你现在把我们那里的字也基本认全了？嫂嫂那里的字简单，和我们的字也有相同之处，好认。你太厉害了，沈昭，你现在这水平可以等秋天直接考童生了，童生考过，让你大哥给你找个好点的书院。不过科考之路很辛苦，你身体虽然现在好多了，也不要只坐屋里读书，适当也要活动一下锻炼身体啊。我知道了，嫂嫂。玉林嫂子在家吗？婉婉，你怎么过来了？快进来。没事，我烙了饼子给你送一张，里面添了藿香，祛湿散寒的。呀，这怎么好意思啊？你们自己吃，那么多孩子呢。嫂子就别跟我客气了，那草帘子你都没收我铜板呢。哎呦，草又不值钱，你这可是白面呐。
给铁牛吃。对了，嫂子，我还想问一件事，就是那天你说要去提醒赵姑娘，提醒了吗？你和她说了吧？我当天就找她说了，让她提防赫尔柱。你说的没错，我感觉那姑娘应该是知道的。不过没关系，赫尔柱啊，最近摔了腿了，一直在家躺着呢。摔了腿？可不是吗？在家里喝了酒，不知道踢到什么就摔了，还挺严重的。这下子啊，没法出来祸祸人了，活该。哎，只是可惜了我那妯娌，还要照顾她，一家老小都指着她干活呢。二人说了一会儿，苏婉婉也立马回了家。沈昭啊，你别靠近啊！哎，你听我说，丰年那小子生病了，发烧不退，我害怕他是不是真的染上打摆子了？那玩意儿啊会传染，你赶紧的回去啊！大伯娘，你别着急，家里有药吗？就是一点退热的，还是上次二妮儿生病拿的没吃完，给熬了吃了一次，可是也不管用啊！丰年又吐又拉的，高热不退，我看着啊，8成就是打摆子了。现在县城里也不知道怎么样了，大夫估计也都去县城了。哎呀，这可咋办呢？大伯娘你别急，我大哥前几日采了很多药，我回去问问大哥大嫂。这是大嫂让送的油饼，我给放门口了，大伯娘你拿回去吃点。大哥大嫂，丰年生病了，高热呕吐，怕不是得了打摆子。大伯娘都没让我进门，也不知道咱村还有没有其他人这样。咱村里现在也没大夫，其他村呢怕是也没有。现在很多大夫都去了县城，也不知道县城那边的疫情控制的如何了。别急，你大嫂这里有药方，我们先去凑凑药，先让丰年吃了看看情况，还不一定是打摆子呢。你大哥说的对，先不能乱，这种病啊，一定得先把体温给降下去。他也跑去屋里，把先前抄好的药方拿出来，先给大伯娘送去，今晚上喝了看看效果。沈昭听话的立马跑了出去。别担心，就算这药不管用，我空间里囤的有很多我们那里的西药，明早上若是丰年没退烧，就让他去吃一粒退烧药，只要退了烧都好说的。吃过饭，沈渊便去李正家里问情况。沈渊带回来的消息并不乐观，村里竟是有好几家的孩子都出现了症状。他立马又去作坊那边，让林毅通知这几天不做工了，都先在屋子里待着，不要乱走动。我今天还听柳叔说，王岗村更是严重，已经有小半的人都得病了。现在问题是药材稀缺，咱们采的药也不全，量也少，怕是不管用。哎，你知道吗？我们那里前些年也爆发了瘟疫，整整3年，到最后也没有特效药。这中药啊，也只是内调，想要扛过去，还是看自身的抵抗力。这打摆子，你们这个时代以前也出现过，大夫们也有药方，有药方也不一定对每个人都管用。说到底啊，靠的还是每个人的抵抗力。一般这种传染病对老人和孩子不太友好，咱们心急也没用。咱村里我可以管，就是其他地方啊，还是要靠官府。明日我进县城一趟，看看能不能买点药。婉婉把那药方给我，这么多药方送给那些大夫，指不定能研究出来更好的药方。也是，要相信咱们这里的大夫。上次那打虫药，刘大夫都能研究出来呢。喜县令是个好官，刚上任又是干旱又是瘟疫的，估计现在也是焦头烂额。还有许大婶，我再给你2片药片，万一有用，能帮就帮。明日李正会和我一起去，毕竟这可是瘟疫啊，不是一家一户的事儿。你和孩子在家最好不要出门，我们尽量的早回。没事的，你说的对，这是全村甚至全县的大事。说是瘟疫蔓延对咱们村也不是好事，村里现在有几个病例，指不定过2天就会发展很多。这事啊，咱不能不管。我给你准备一些消毒的东西。哎呀，不好了，大桃咋也热了呀？哎呀，丰收啊，快把药给端过来，让大桃也喝一碗。糟糕，大伯娘，我来送药了。丰年咋样啊？热退了没？哎呀，还让你跑一趟。丰年喝了你给的药啊，今天好些了。可这大桃今日也发热了。婉婉呢，你赶紧回去啊，别在外头多待了，注意点家里的孩子，别把药都给我们了，最后用得上的时候家里没药了。大伯娘，没事的，我家里还有药。沈渊今日和李正一起去县城了，一定能带回药的。这些你先给孩子用上。
苏婉婉把2包药放在石凳上，想了想，还是从空间里拿出了2片青蒿素片。这2枚药是沈渊以前在军医那里拿的，孩子若一直高热不退，再用这个。哎，好嘞，谢谢你了，婉婉啊。等孩子们都好了，让他们去给你们磕头。嗨，不用，这是应该的。大伯娘，我先回了。苏婉婉也不多待，送了药立马就回去了。刚走不远，忽然看到前面的拐角处有2个身影。喜良哥，谢谢你啊！我在那个家快饿惨了，我那表弟现在也生病了，我好害怕，万一我也病了可怎么办呢？我不该来找你的，可不能把你也给传染了。圆圆，没事的，我体力好，不怕传染。更何况你这不也是没事吗？你赶紧趁热吃，你能来找我，我很高兴。圆圆，我喜欢你，我想尽快把你娶回家，这样你也不挨饿了，我们就能天天在一起啊。苏婉婉并没有多听，而是迅速朝着另一条路走去。她多少也有点理解赵圆圆这心理，是想尽快找个靠山。可是婶子能看上我吗？万一她不同意呢？我娶媳妇儿又不是我娘娶媳妇儿，你放心吧，我娘可好了，你这么漂亮，还这么温柔懂事，我娘怎么可能不喜欢你啊？除非你不想嫁给我。我想的，我愿意的。喜良哥，你是我见过最好的男人了。那好，我回去就和我娘说。圆圆，你就回去等着吧，我让我娘来提亲。苏婉婉匆忙地往家里去，正好在家门口看到了一个瘦弱的妇人从山上下来。嫂子，你没事吧？苏婉婉猛然看到那背篓下面有着一把大菜刀，那菜刀被磨得发亮，看起来有些阴冷。家里没工具，就用这菜刀去刮些榆树皮吧。榆树皮？苏婉婉立马蹲下去帮他把东西都给捡到背篓里。不用，我自己来，谢谢你啊。苏婉婉猛然意识到了什么，她再往背篓里面看，那把大刀已经被掩埋了，并看不到，可是那把草却不像是野菜。谢谢你。嫂子，你也累半天了，来我家喝口水吧。不用了，家里还等着我回去呢。这女人太苦了，她怕是已经起了与渣男同归于尽的心思，真是太傻了。渣男该死，何必再搭上自己的命呢？那草分明是毒药，不知道是她自己死，还是捎带着全家一起死。嫂子，我家里最近忙，好长时间都没有上山挖野菜了，我看你背篓里这些野菜鲜嫩，不如卖给我点吧，或者我给你换点粮食。这不好吧？那有什么不好？小玉儿在家吵着呀，要吃野菜饼子呢。想了半天，王翠娥最终还是把背篓给卸了下来，从里面挑了一把能吃的野菜递了过去。哎，换什么换呢？一把野菜，你拿去吃吧。那怎么行呢？大嫂，我不占你便宜，正好到我家门口了，进来我给你拿点豆面。哎呦，不行，那怎么行啊？一把野菜不值钱，更何况我知道的，上次大红来给我送粥，说了你给的有肉，是我该谢谢你的，只是可惜我拿不出什么，若有来世，我一定报答你的恩情。那天呢，我也正好在老宅，还是二哥他叫住了大红，二哥也拿了2个鸡蛋呢，一看就是省下的。嫂子，你不必客气。苏婉婉故意这么说，果然看到王翠娥的眸中闪出了一丝的痛苦还有紧张。谢谢你们，嫂子，我说这些不是让你道谢的，你看还有很多人关心你，眼前的苦难只是暂时的，就比如前阵子干旱，老天不也下雨了，一切都会过去的，怕的是等到了那一天，人却……哎呀，咱们做女人的不比男人差，就算一个人也能过得很好，反倒是那些臭男人，一个女人就过不下去。嫂子，爬出泥潭的方法有很多，不一定非要赔上自己。妹子，嫂子，你等我一下。
说完，他立马跑到家中，从厨房拿出了一张饼跑了出来。嫂子，给你吃，别吃那树皮了，不消化。最近也不要出门了，现在咱们村里已经有很多孩子染上瘟疫，这种病会死人的。谢谢你。不客气，嫂子，你赶紧吃，就别留着回去了。这饼子香着呢，以后咱村富裕了，天天都能吃上饼子。他没有再多谢，转身，这次走得十分坚定，步履似乎都稳了许多。王翠娥走远了以后，还是把背篓里面的水毒芹给扔到了山里去，怕被小孩子误食，他还给埋了起来。谁知刚走到门口，老太太拿着棍子就往他身上打了过来。你个臭娘们，去挖个野菜半天不回来，你咋不死呢？脑蛋啊，我可怜的脑蛋呐！我要杀了你！你凭什么打我？我累死累活我去挖野菜，你凭什么打我？贺春兰一下子就被吼住了，好半天才忽然又嚎嚎大哭了起来。脑蛋啊，脑蛋啊，脑蛋，我的孙儿啊，那条河里淹死了，都是你这个贱人，不好好看着脑蛋呢。你说什么？脑蛋他咋了？二柱家的节哀，脑蛋他已经不行了。不可能，怎么会？他早上还好好的。只见才5岁的孬蛋躺在一张小床上，浑身湿漉漉的，已经没了任何的血色还有气息。脑蛋，你醒醒，你醒醒，脑蛋！你气开，你别碰我孙子，都是你这个扫把星，都是你是扫把星，克死你爹娘还不够，还要克死我孙子。何春兰扯不开，挥着拳头直直地朝着王翠娥的头上砸去，一下又一下。王翠娥像是傻了一般，抱着孬蛋，任由老太太捶打，可就是不撒手。你打什么呀？孬蛋落水又不怪翠娥，你想打死他呀？就怪他是个扫把星，孬蛋可怜，怎么有这么个娘啊？我家人非得被他磕死磕完了才行啊！二柱好好的摔倒差点断了腿啊，都是他磕的，我家怎么这么命苦啊？苏婉婉知道这个消息的时候已经是下午了，心里一阵唏嘘。还没等他去打听一下翠娥嫂子如何了，那贺春兰竟是找到了家里来了。沈渊家的，你给老娘出来，滚出来！都怪你们家，没事吃什么小龙虾？我家脑蛋就听你们家娃说小龙虾好吃，才去池塘里抓虾的，这才掉下去了。瞎咧咧什么？你家孙子死了关我们屁事。李正和我男人虽然不在家，可是我苏婉婉也不是任人欺负的。老嫂子，你够了，还嫌不够丢人吗？沈渊家说的没错，这关人家啥事儿啊？我不管，我家孙子就是因为去逮虾才掉进池塘里的，若不是他们家说的小龙虾能吃，我孙子也不至于啊。我孙子苦啊，好些天没吃过肉了，就要吃那臭虾，不然也不会掉进去了。照你这么说，我还说那鱼能吃呢。每年因为抓鱼淹死了多少人，都要算到我的头上吗？想要讹人就直接说，这件事我不认。就是我们不认，全村都听说小龙虾能吃了，难道谁掉进池塘里都怪我们吗？我们还能管得住你去逮虾呀？那么多去逮虾的，为啥就你家孬蛋掉水里了？
还不是怪他自己。歪理，欲加之罪，何患无辞？混账，混账！这咋能怪到人家头上啊？安住他娘，你疯了吧？快把这丢人现眼的玩意儿给我拉回去！我不走，就是因为他们得赔。我可怜的脑袋，那是一条命呢。他正吆喝着呢，忽然一个身影就冲了过来，拿起沈渊家门口的大扫把就冲着贺春兰招呼了过去。我叫你恶人，我叫你恶人！贺春兰，你个老鳖孙，什么玩意儿？趁着我侄子不在家欺负他媳妇儿是吧？老东西，看我不打死你！呀，疼！哎呀，张翠花，你住手！哎呀，你个屎壳郎大哈欠一张，臭嘴满嘴喷粪，自己嘴馋怪到人家头上，你咋不怪到河神头上去呢？你去啊，跳下去亲自问问河神，找河神兴师问罪去！老鳖孙，你不敢吗？大伯娘，别打了。你别挨着我，小心点。天杀的！哎呀，没天理啊！我家乖孙啊！你们合起伙来欺负人呢！哎呀，乖孙，就你家孙子那样长大也是个祸害，小年纪不学好，那么小就会偷鸡摸狗，还打人，连自己亲娘都打，死了也是活该。行了，别说了，毕竟人已经死了。行了，还不嫌丢人呐？赶紧回去好好安葬了吧。沈渊家的，对不住了，你放心，我不会让他再来闹事的。哼，你应该庆幸沈渊不在家，这若是沈渊在家，绝不会这么轻饶便宜你了。这时又一个身影冲了过来，上前对着贺春兰就是几个巴掌，啪啪啪的特别的响亮，打得众人都蒙圈了。王翠娥出息了呀，终于敢打自己婆婆了。不过她的状态好像不太对，有点疯魔那味儿。你竟敢打我！王翠娥，我是你婆婆，你竟然敢打我，你个贱人！我就打你了，你是我婆婆，你还是脑蛋的奶奶呢。你带着她去池塘，她掉进去了，你怎么不去救她？是你没看好她，你做的是哪门子奶奶？我辛辛苦苦上山挖野菜，你看个孩子都看不好，还冤枉到人家头上去了，你咋不去死呢？你去死！有本事你让贺尔柱休了我，脑蛋死了，我也不活了，你们休了我呀！你翻了天了，媳妇儿竟然打婆婆了，还有没有天理了？你这个毒妇，扫把星，是你！我觉得翠娥嫂子说的对，孩子出事怎么能怪到嫂子头上？嫂子一个人又没分身，每日照顾一家人，还要上山挖野菜，够辛苦了。而且我今天还看到嫂子扒榆树皮吃。老太太讹人怪有劲儿，打儿媳妇更是虎虎生风，和孙子一起去池塘的，却都看不住自己的孙子，还有脸去怪别人。贺老太，你自己看孩子，把孩子看得掉池塘了，你还有脸怪你儿媳妇儿？都住手！停下！贺春兰，滚回你家去！该处理后事就处理后事，再敢闹事，就把你们一家赶出族里！现场一下子就寂静了下来，只有王翠娥无声的流泪。这是她最后一次为贺家流泪了，哭的也是自己的儿子。妹子，对不住啊，这件事跟你们没关系，我会回去看着他的，绝不让他再来找事。没事，嫂子，赶紧回去吧。哎呀，这没了孬蛋，王翠娥的日子怕是更不好过了。可不是嘛，都是女人，何必为难女人呢？哎，都回吧，你们几个去招呼着，让孬蛋的后事处理一下，没事都先别出来了，万一染上瘟疫，村里的孩子都危险了。婉婉呢，你也赶紧回去，看好他们别出来了啊！我得赶紧回去了。大伯娘，早上那个白色的药片一定要给2个孩子吃，管用的。哎，成，我知道了啊。我看丰年啊好点了，但是大桃那丫头不行，严重一些，回去我先给大桃吃一片。
沈渊还有李正是晚上才回来的。明日一早就把这些药给熬上，咱们村里啊都来喝一点儿。柳大平说了一句，也不多待，迅速的离开了。孩子们已经睡了，苏婉婉给沈渊留了饭，立马就去热了一下。县城瘟疫比较严重，竟然还能有药。朝廷的支援已经到了，不仅有御医，还送来了很多药。朝廷事先已经预测到了会有瘟疫，朝廷一定有大能之人。或许吧，不管怎么样，这是好事。不过到底有没有通用药方，疫情虽然没有发展很迅速，但是想要完全控制，还是需要些时日的。不打紧，咱们那些药方已经给许县令了，现在还有宫内的御医，相信很快就会控制住疫情的。正好趁这段时间，咱们休养生息一阵。我把那些竹竿都给弄好。沈渊也并没有多想，苏婉婉这边说了贺二柱家的事儿。别怒，我没事。那老太太在我这里啊，讨不了便宜。还有，你不要插手，事情都过去了，而且她也没占到便宜。你再去教训一个刚死了孙子的老太太，可不是君子所为。我可不是君子，不过既然媳妇儿都这么说了，我暂且先放过她。啊，还有一件事啊，你还记得前几日在镇上酒楼里面遇到的那个小姐吗？记得啊，怎么了？你认识她？她是京城来的，郑国公府的二小姐。好家伙，来头挺大，郑国公府，听起来高大上。你不要告诉我她是你的未婚妻，沈渊，老实交代，你以前在京城有没有婚约之类的？没有，我8岁就跟着祖父上了战场，哪里有婚约啊？这天天都想什么呢？怎么这么敢想？小说里面都这么写的。啊，就是话本子，没有最好，有的话就早点交代，我也好早点退位让贤。不许说胡话，什么退位让贤？别想离开我，甭说没有，就算有，我也只认你，更会去处理好。哎，不对，我快被你带沟里去了。我说了没有，就你一个。沈渊，你还没告诉我，那郑国公府二小姐来咱们这里。媳妇儿，这时候不准提其他女人。好吧，不提就不提。翌日一大早，等苏婉婉醒来的时候，沈渊早就已经不在屋里了。娘亲，娘亲，你起来啦！苦，要哭死了！娘亲，我要吃糖。娘亲，我也要吃糖，那药太苦了。嫂子，我也来一颗，是挺苦的。沈昭也伸手过来，苏婉婉一个错愕，这好像还是沈昭第一次主动的要糖吃吧。苏婉婉立马放了2枚大白兔给他，沈昭谢了一声，转身走向了厨房。这预防药全村喝了3天，不管有用没用，大家的心似乎安定了一些。贺老太太自从孬蛋死了以后，也是有些疯疯癫癫的，再也没有出来闹过事儿。如今的贺二柱家是王翠娥当家，大柳树村的疫情算是暂时稳定了下来，大家也发现是蚊虫传播，最终还是走出了家门。毕竟啊，这地里的活也不能落下。三哥，你疯了吧？你怎么会喜欢那个女人？你别气娘了。你们别管我，我就是要娶她。娘若看她不顺眼，我就跟她单独出来过日子。原来那一日和赵媛媛在墙角你侬我侬的人是贺喜良啊！我看你是被那个女人给迷了心窍了。单过，没有爹娘，你能过成啥？你啥也不是。喜良哥，你听我说，娶妻娶贤，爹娘的眼睛都是亮的。婶子不让你娶，肯定有婶子的道理。那女人长得是漂亮点，可你也得仔细去观察一下她的人品啊。漂亮啥呀？你们男人的眼光怎么都那样？她哪里漂亮了？论漂亮，谁能有婉婉嫂子漂亮？你们的眼睛都是咋长的？抛开别的不说，那赵媛媛确实好看，但我们男人谁不想找个像嫂子一样漂亮的？可谁也没有渊哥那福气啊，只能退而求其次。你们男人怎么这么肤浅？嫂子，你怎么来了？我过来看看，这怎么回事？哎，没什么，就是我三哥被鬼迷了心窍了。嫂子，正好你来了，
你们作坊那边有个做工的叫赵媛媛，你了解吗？作坊那边都是你渊哥管着，我了解的还真不多。不过那姑娘咋说呢，干活不太行，那天非要去帮我家打扫猪圈，结果打扫了2个时辰都没有打扫完，眼看着你渊哥快回来了，还是被林毅给带走了。一个猪圈打扫2个时辰，这明显就是目的不纯啊！希望这贺喜良不是恋爱脑，好好想想吧。我懂了，一个猪圈半个时辰就能打扫完，他打扫2个时辰，不嫌臭吗？他这是想干啥？我也想要留在嫂子家吃晚饭的吧。他不会像是贺老太那样是个贪吃嘴吧？不是，古代人的脑回路就这么简单的吗？他肯定是饿了，好长时间没吃过好东西，那些杂粮粥也吃不饱，太可怜了。不是啊，我还专门提到了林毅，你们就不去打听的吗？得嘞，果真已经被迷得5迷3道的，他已经成了恋爱脑了。其他的我也不了解，他们一路逃荒过来也不容易，相处那么久，想必那些人更了解他一些。你们想打听，可以向他们打听啊。嫂子说的对，三哥，你清醒点吧，改明儿让娘带你去问问那些大婶子，别一副非他不可的样子。那赵媛媛娇柔造作的样子恶心死我了。你当你是员外爷啊，养个小妾宠着呢，咱们可是农户。你们这些男人是不是就喜欢那样的狐狸精？虚伪没品。这姑娘小小年纪，看得倒是通透啊。咋说话呢？我跟你三哥可不一样，别把我也带上。咋不一样了？你还不如我三哥呢，整天要找漂亮媳妇漂亮媳妇，也不看看自己德行，多漂亮才能入你的眼呢？俗不俗？大红，你能不能像个女人？哪有你这样的女人，啥话都说。哎呦，我想找个漂亮媳妇有错吗？欢喜冤家呀，这沈素也太不开窍了。漂亮媳妇，大红还不够漂亮吗？她可是村花呢。到了老沈家，张翠花在弄红薯叶子。在家里都听到你们在外头说话了，隔壁又闹起来了不是？可不是嘛，婶子不同意喜良哥娶那个赵媛媛，喜良哥吆喝着要出去单住呢。你瞧，这养儿子有什么用？就因为不同意他娶那个姑娘，就不要老娘了，要分家。哎呀，真是的，我瞅着呀，那个赵姑娘也不行，别不信我们老家伙的眼光。得了吧，娘，当初二嫂不是你看上了，你眼光够差了。你和你个小鳖孙，还敢变配你娘了？哎呀，老二啊，你还年轻，等腿好了还能……娘，我不娶了，孩子们也都大了，我自己带着他们过。大伯娘，你看看我给你们带了什么？这就是玉米面啊，我们那里还留了些没种，前几日就让沈渊去磨成了面粉。这一袋子是细面，这一袋子是粗面，粗面熬糊糊喝，细面可以掺点白面做窝头或者面条。哎呦，这可是好东西啊，婉婉，你们自己留着吃呗，怎么送过来这么多呀？拿着吧，这离秋收还有1个多月呢，家里孩子们多，别不舍得吃。哎呀，也没那么久，红薯种得早，怕是再有个20天啊就能收获了。咱们村里的人现在可都等着呢。等红薯收了，再到秋收，这灾难才算真正的过去。对了，丰年和大桃2个孩子都好了吧？怎么没见他们呀？好了，多亏了你那药，可真管用啊！丰收带着他们啊上山挖菜去了，山上不缺水，最近这野菜蘑菇什么的都长出来了，有了这些，其他地方的人也总能熬过去。这是晒干的蘑菇，你拿回去吃啊。大伯娘，那我可不客气了，拿走了。这瘟疫还没完全过去，还是要小心一些，院子里各处还是要消蚊虫。苏婉婉交代了一句就要走。你瞧我这记性，我这次来还有一件事要和大伯娘商量呢。我去磨那玉米面粉，发现咱们这石磨磨面真是太慢了，又费劲，就算借牛去磨面也得花2个铜板，磨一遍又一遍，好几遍才能磨出来，费时又费力。
那咱们祖祖辈辈都是这样磨面粉的呀，有些不舍得用牛的，还靠人力去推呢，是慢了些。我这些日子琢磨出一个省劲的方法，跟水车的原理相同，叫做水磨，不用牛也不用人推，简单省事。嫂子，你这脑子是怎么长的？这也能想得出来？那以后磨面岂不是简单多了？弟妹的意思是要自己做这个水磨？对呀，渊哥家做了水磨，其他人来磨面也收铜板，这不就赚钱了？嫂子，你只管吩咐，需要我们帮什么忙，我们一定尽力。这群家伙，我若自己做，还用得着来找你们商量？沈素，你先别激动，我和你哥还要开作坊，太忙了，是做不出了这门生意的。我今日来是想让你们去做。啥？婉婉，你说让我们做？只是前期投入我和沈渊算了一下，大约需要2两银子，而且地点我们也已经选好，就在紧挨着下游那个村的边缘，那边一个小河沟，有点坡度，水流很急。嫂子，你说真的？位置都看好了，可是我们怎么能平白用你们的？沈素说的对，婉婉啊，我知道你们是帮衬我们，可是……大伯娘，别可是了，我们也不是让白用的。这样吧，第1年的收入分给我们一些，不多，2成就行，莫不是你们嫌多？嗨，你说什么呢？我们怎么会嫌多呢？还嫌给的不够呢。婉婉啊，大伯娘不多说了啊，谢谢你和沈渊。等今天你大伯他们回来呀，我通知他们一声，尽快的就给弄上，眼看着就剩1个月就丰收了，到时候正好派上用场。谢谢渊哥和嫂子。娘，到时候让2哥去做，我和大哥到嫂子家作坊帮工。那是自然的呀，你渊哥那里离不开人，你也别杵着了，赶紧去作坊那边帮忙，勤快点啊。婉婉啊，你和沈渊也成亲这么久了，还是得尽快生一个孩子，趁着大伯娘还健朗，我还能照顾你，帮你带带孩子。大伯娘，我知道了，到时少不了大伯娘来帮忙。2人正说着话呢，一旁仿佛传来什么动静。你这鬼鬼祟祟的躲着干嘛呢？娘，我错了，你让我回来吧。别叫我娘，你已经不是老沈家媳妇了，赶紧滚回去。娘，我知道错了，我以后一定好好过日子，好好照顾孩子，照顾沈恒。你让我回来吧。哼，狗改不了吃屎，以前不是没给过你机会，你不是嫌弃老沈家虐待你吗？不是回你家享福去了吗？你还是回去啊，让你侄子孝顺你吧啊！我们老沈家呀，要不起你这种人。大伯娘厉害啊，这种人确实不该再让进门。有些人是改不了的，小说上很多洗白桥段，在现实中哪里有人会转变得那么快？做错的事也不是那么容易会被原谅。张翠花一个没注意，她已经抓到了沈恒的脚。哟，孙叶子，你给我放开沈恒啊！你个臭不要脸的，哪来的颜面还跑到沈恒面前去啊？沈恒，一日夫妻百日恩，再怎么着我也给你生了2孩子呢，我求求你收留我吧。你给我滚犊子！你个烂心肝的啊！他那里有伤，是为你而伤的，你想他死啊？苏婉婉也在后面使劲地拽着，2人合力，好不容易才把那孙叶子给拽开。你滚开！这是我们2口子的事儿，关你什么事儿啊？我不信沈恒会那么狠心。孙叶子要推苏婉婉，张翠花一个巴掌呼了过去，苏婉婉也不客气，直接踹了一脚，痛得那孙叶子嗷嗷直叫。你什么玩意儿啊？敢骂我家婉婉？谁跟你是2口子？别忘了，你已经被我们老沈家休了。什么你家婉婉？她只是你侄儿媳妇。娘，我才是您亲儿媳呢。娘，我错了。沈恒，你说话呀！我知道错了。沈恒，他们怎么说我不在意，我只在意你。你真的不要我了吗？我以后真的会改的，我跟你好好过日子，咱们再生一个儿子好不好？我沈恒就算一辈子打光棍，也不会再让你入门。你走吧。沈恒，
你怎么这么狠的心？我们怎么说也做了那么多年的夫妻呢？你就能眼睁睁地看着我？我知道，我媳妇和他一个村的。孙叶子的侄子得病没钱买药，他爹把他卖给了一个老屠夫，那人都快50岁了，听说还会打媳妇儿，前头2个媳妇儿都是被打死的。怪不得又回来呢，这真是自作孽不可活呀！可不是嘛，老沈家的日子多好啊，他非得作妖跑回娘家。听说啊，他可是把老沈家的粮食都给搬走搬完了，让侄子吃呢。怎么他侄子也没替他求求情，任由他嫁给老官夫啊？嗨，我可知道他娘家穷着呢，一群好吃懒做的东西，尤其是他家那兄弟，上头一堆姐姐养着。就这，他竟然还说娘家好，回娘家当牛做马还吃不饱。哎呀，这又被卖了，活该呀！都闭嘴！我侄子只是病了，他需要钱买药。他说过他会好好孝敬我这个姑姑的。那你就回去等着你侄子好好孝顺你呗，赶紧滚啊，别待我家里，晦气。他咬咬牙，最终哭着离开了。谢谢大家伙啊！当天夜里，张翠花就拉着老头子，喊上儿子和孙子孙女，开了家庭会议，说了磨坊的事儿。沈松青就更是急了，他干脆直接去了李正家。老兄啊，老沈家有福气，得了沈渊家的那样的媳妇，眼看着都要跟着发家了。别得了便宜还卖乖啊！等渊家的作坊建起来，咱们村里的人都去做工，不都跟着发家了？还有那红薯、玉米的，你现在可是得了县令的赏识。哎呀，瞧你，我咋不清楚？我心里都门清呢。你看啊，咱大柳树村现在越来越好，这次瘟疫都没太严重，都是托他们的福，我都记着呢。我瞧着你家那侄媳妇指不定是个福星啊，她一来旱灾结束了，日子还越来越好了呢。咱大柳树村总共就没几个二流子，人也算团结，以后啊只会越来越好嘞。你说的也是，咱们村啊会越来越好。说起这二溜子，最近那和二柱如何了？我刚刚咋看到他婆娘过来了？是有啥事儿啊？啊，你说他呀，最近不知道咋回事，忽然变了一个人似的。以前被欺负成那样子都没想着要和离，这次啊是来问和离的事情。和离后，他想在咱大柳树村立女户，来问问情况，想问问能不能把东面那处宅子给他。哎呦，立起来是好事啊，许是闹蛋死了给刺激的。这样也好，留在那个家呀，迟早被打死。立女户啊，挺勇的啊，不过他是个勤快的，一个人也饿不死。可不是嘛，我答应了，就是那宅子太破了，多少年没人家了。不过呀，能出来就好，收拾收拾也能住，就是怕和离不成啊。贺家的事儿让贺老叔管呗，你到时出面就行，能帮一把是一把。若是真任由那贺二柱把媳妇儿给打死，咱大柳树村的脸面往哪里搁呀？王翠娥回去就找贺二柱，提出了要和离。贺二柱自然不同意，结果当天晚上，贺二柱就被王翠娥给打了一顿。本来呢，贺二柱染了瘟疫还没好全，身体就虚弱，直接被打晕了过去。天杀的，你这个婆娘要翻天了呀！谋杀亲夫啊！我的儿啊，儿啊！谋杀亲夫，我真是恨不得亲手杀了他。可是杀了他，我也得赔上命啊，不值得啊！王翠娥收回心神，走到贺二柱那儿，手里拎着一把菜刀。那菜刀被他磨得发亮。你要干什么？你说我想干什么？
我明早就去请族长，我要跟你和离。你同意也得同意，不同意也得同意。你个臭婆娘，我就不离，你有种杀了我！你以为我不敢？我连死都不怕，哪怕是死了，也得先拉着你垫背。不想和离，那就等着被我折磨死。你，包括你娘，谁都逃不了。你现在就是个残废，你以为我不敢？今天先收一个手指看看。说完，那刀往下一按，贺二柱的手指立马就被划开一个口子。别！明日一早我就去找族长，你这条命要不要，看你自己。直到第3天，在家门口看到李玉林拿着草席子经过，这才得知那王翠娥真的和贺二柱和离了，现在住在东边的一个荒宅里。你们怎么来了？翠娥，我这不是看着你这里啥都没有，我家别的没有，席子很多，拿给你一张铺床。哎呀，这床太破了，还活着呢，要散架一般。一会儿我让大柱过来帮你把床给钉一下啊。嫂子，不，以后我叫你翠娥姐吧。我拿了一些粮食过来，你先用着。大嫂，婉婉妹子，谢谢你们。只是我都说我是扫把星，捞蛋也被我克死了。你们，翠娥姐，别说这话，不怪你。这世上哪有什么扫把星，都过去了。你这已经和离，以后好好过日子，只会越来越好。命运都在自己手上呢。你看，你后来强硬起来，现在不是也终于和离了吗？婉婉妹子说的对，你看你现在变强了，他们就不敢欺负你了。现在好了，你自己生活哪怕是苦点也比原来好了。你这和离就什么都没带出来吗？这以后怎么生活呀？带了几袋豆面，还有2件衣服，1个被褥。我当初嫁过来的时候带了一些银钱，是我爹娘留给我的，这些年花了一些，还有1两银子藏了起来。贺族长做主，让他们又给了我100个铜板，我准备买2亩荒地。只要有地，我一个人就能活下去，没关系的。天杀的，100个铜板算个屁啊！哎呀，不过有呢，总是比没有强。贺族长还不错，还能为你做主抠出来一些。你说的对，你最是勤快了，只要有地，一定能过好日子。嫂子，等我们那边作坊开工，你就去我们作坊做工，一定会越来越好的。真的，我能去做工吗？不是都招男人吗？当然可以了，不仅你可以来，玉林嫂子若是想来也可以。我们那作坊啊，男人还不一定有女人做得好呢，你们只要想来都可以。哎呀，太好了，婉婉妹子放心，我们都是手脚勤快的人，一定好好干。许大人不必多照顾，爹，我说了，我自己能照顾好我自己，你就赶紧回吧。林大人放心，公子在这里，下官定会派人保护。啊，可别啊，我喜欢一个人转转。许大人，现在官衙这么忙，就不用派人跟着我了，我一个人能行的。你个小兔崽子，人家是好心，你老实点啊，别给我惹麻烦。爹，你就放心吧，正好我也去下面看看那红薯是什么，这可不仅是许大人的业绩，对爹来说也是好事啊。说起这个，许大人，别的本官也不多说，你也知道那些红薯的重要性。听说8月就能成熟，务必让农户司护好红薯啊，也做好产量记录，一有消息立马呈报上来。是，大人，下官明白。林建成最终还是离开了，离开前给林文月留下了一个护卫。这边水车正安装的如火如荼呢，县令大人一行的马车也终于到达了。稳了！哗啦啦的水流了过来，只见那水车开始转动，接着就越转越快。哎，流出来了，真的流出来了！太好了，成功了！咱们再也不用跑这么远挑水浇地了。哎呀，这几个铜板花的太值了！
省多少力气呢？徐大人，这大柳树村可真是人才辈出啊！这谁想出来的？也太厉害了吧！县令大人。哎，大人，您怎么来了？赵大人这是乐不思蜀了。大人，您还别说，下官还真想直接住在这大柳树村才好。多多哥哥，你来啦！月儿妹妹，云逸哥哥，我给你们带了好多好吃的，一会儿我还想去你们家看看小草他们。好呀好呀，欢迎你来我家做客，小草他们2个都长大了呢。是啊，他们现在应该叫大草大花才对。小多多这次来的正好，家里菜园子里好多菜都成熟了，上次来的匆忙也没留你们吃饭，今天就到婶婶家吃饭。婉婉啊，那我们可就不客气了啊，正好这次来我们带了一些肉和粮食过来。婶子，您到了我家了还带口粮，这也太客气了。我家里不管什么时候，只要您来了肯定要管饭的。沈渊，你们2口子弄出这么多功劳来，本官都不知道该如何奖赏你们了。大人，内子想这些东西的时候从没想过什么奖励，就是看农民太苦，想要改善一下农业生产，这水车也是和全村之力制造出来的。大人，如今有了屈原犁和播种机楼车，再加上水车的灌溉，大大提高了农民种田效率。以往一个家庭能种30亩地，现在可能就能种50亩地。如今大旱已过，百姓若有闲余，一定会制造这些农具。只是可惜大柳树村良田和荒地都不多。渊兄大义，我明白了。刘理正，我们大柳树村真是出了一个好后生，有福气啊。沈渊啊，你们不用这样，该是谁的就……刘叔，我说的也没错，这水车本来就是咱们村共同造出来的。听我的，村民的日子太苦了，不过以后会越来越好的。渊兄说的也没错，如今农业生产提升，农民的地就显得有些少了。咱们大夏朝最不缺的就是耕地，以前农业生产效率低，有地农民也没那么多精力去种。可是现在好了，既然有精力，地也总不能荒着。赵大人，这大柳树村附近可有多余田地？大柳树村北处有平地良田180亩，西南方位有荒地270亩，其他的都是山地梯形田地，3个山头，出了山的地就太远了。先奖励50亩良田，100亩荒地，纹银100两。虽然渊兄大方让出，但是功劳至伟，也不能什么都不要，就再奖励渊兄100两吧。赵大人，你也有功，只是奖励先欠着吧，本官一定会上奏为您请功的。年龄大了，下官现在挺喜欢咱县的，也乐于和大人共事。别请了功，把下官再给调走，我哪里苦去？老了动弹不得，大人有心，也给点银子算了，让家中老小也过得好一点。兄嫂，你们既然都在，我这里正好有一份朝廷的褒奖，一并发下去。许怀远从怀中掏出了那份圣旨。制造御史盖文有农妇苏婉婉，制作农具屈原犁、篓车、连枷、攻克千秋，特赐黄锦衣1套，朕亲笔题字一副，以褒奖励，望众人学习之，布告中外，提朕意焉。苏婉婉本来还以为会听到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，谁知啊，没听到熟悉的开头，还在纳闷呢，就读完了，他也没听到都是些啥。嫂子，前些年连年征战，国库空虚，能有陛下题字也是挺好的，更何况那锦衣穿上如同陛下亲临。太好了，这些我喜欢。徐大人，你们在这里聊着，我回去准备饭菜，今天中午啊，一定要留在家里面吃顿饭。听说县令一行人要留在村里吃饭，一个个都跑回家，拿鸡蛋的拿鸡蛋，拿菜的拿菜，不仅送到李正家里，还有人往苏婉婉家也送了一些，就连腊肉腊鱼的都有。娘亲，这些红果子能吃了吗？一人吃一个，剩下的2个我做菜用。嫂嫂，我不吃，给徐老夫人吃吧，老夫人是客人，我以后再吃。哎呦，
你这小叔子怎么跟我家怀远小时候一样啊？好孩子啊，婶子不吃，你吃吧。老妇人带来的有一只鸡，还有一块猪肉。苏婉婉准备炖鸡，然后做个红烧肉。此时的村子里，沈渊带着许怀远来到了作坊这边，林文月也跟着。没有人知道她是女人。嫂子，你说咱们若是能落户到大柳树村就好了，不是有荒地可以买吗？哪有那么容易啊？想要落户到别的村，还要去官府转户，得花银子的，不然就得官府以安排难民的名义给安排下去。我有个想法，东家的地越来越多，这些都需要种呢。你说我要不要去问问东家，哪怕半生给他们做个婆子，咱们都是勤快人，东家也不苛待，都好。正说着说着，就猛然看到身后县令还有沈渊他们不知何时来了。两个妇人吓得立马就跪地磕头。不用多礼，本官就是来看看你们该做什么就做什么。这位公子，你这是要去哪儿啊？我带您去吧。不用麻烦了，我就随便走走。林公子跟本官一起到渊雄家吧。县令大人跟东家关系可真好啊，都称呼东家为渊兄呢。圆圆，你刚跑哪儿去了呀？我到处都找不到你。姑姑，我又不是小孩子，我是觉得无聊就去外面走了走。你这是发生什么事儿了？姑姑，今天碰到村里的贺婶子，她看上我了，想要把我说给她家小儿子，我不敢答应，还要您给做主。哼，还让我娘做主？我看表姐这表情啊，心里早就乐开花了，装什么装？肯定自己已经同意了，说不定和那什么贺家小儿子早就有了私情。对了，前阵子还有村里人来打听表姐呢，莫不是就是贺家人？大柳树村生活富足，以后还有这个作坊可以做工，能嫁到大柳树村是你表姐的福气，心里高兴也是正常的嘛。哪家的小儿子啊？你了解过了吗？不行，姑姑也去村里打听一下。他叫贺喜良，就住在东家大伯家西边。那成，等下午啊，我就去打听一下，若是人好，也是个好归宿，能嫁到大柳树村，我总归也对得起你父母了。谢谢姑姑。呀，这西红柿都快红了呀，是不是已经摘了几个呀？今天中午能吃到吗？这土豆下面结了没啊？那辣椒怎么还没变红？这一片是茄子吧？这果实怎么长这样？也是要红了才能吃吗？这些都是菜，都是在山上遇到的，看着能吃就留了种子，一直没机会种。这来到大柳树村就想着试试种，没想到啊，都种出来了。苏婉婉不认识林文月，但她一眼就看得出来，这是个女子。这是菜，拍碎用香油和盐凉拌一下，别有一番风味，当然也可以当果子吃。许老夫人、许大人，饭菜好了，咱们先入桌吃饭吧。今日有口福了，这么丰盛啊！今日多谢渊兄和嫂子了。你喊我一声渊兄，自然不必客气。林公子，吃啊！我们和沈渊一家有缘分，就像一家人，你也别客气。嫂子，这些菜也太好吃了吧！我从来都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菜。没想到这土豆丝竟然这么好吃，明明长得跟红薯一样在土里的。沈夫人，这土豆可得多留种。大人，下官觉得不仅要推广红薯和玉米两种作物，沈夫人种的这些菜也得推广。渊兄、嫂子，你们看，这些种子还是先在大柳树村推广，等大柳树村育出更多的种子。你是说我们大柳树村可以利用耕地专门育种？我觉得村民大多还是想种粮食，不过大人赏赐了那么多耕地，村里可以集中那些没卖出去的耕地育种，再卖给县衙，这样村里也有了收入。这都是李正的事情了，渊兄可以和李正说，这边我倒是可以做主，育种菜
地不收粮税，免2年，等推广开后，这些土地也就功成身退，再做他用。我岂不是又要驻扎在大柳树村？哎呀，这感情好，赶明让刘里正给我找出荒宅，10多一下，总住人家家里也不好。我有个主意，不如就在荒地建一个农业办，这样农业司的大人们都可以住下，而且若是有家人想要来住一段时间，就当来散心了。好是好，可是县衙现在，不瞒诸位说，县衙没钱。不坯房花不了多少钱，就1点都不能凑出来了吗？我能说2句吗？我可以出钱盖房子，但是有一点，菜得优先卖给我一些。这育种的，育种也得挑好一些的，还有很多歪瓜裂枣的，更何况有些菜越摘越旺，不耽误育种。赵大人执掌农业司这么多年，不会不知道吧？成，我觉得可行，大人觉得呢？多谢林公子。谢什么呀？你们这是为国为民的好事儿，身为知府之子，我这么做也是应该的。哎呀，这感情好，以后我和多多在县衙待着无趣的时候，也能时不时的来大柳树村住上一阵子了。大婶，你想来随时都可以来，就住我家也行啊。水车的事我回去也会上报，关于官府奖励，元兄嫂子，我这儿实在拿不出钱来，就先欠着吧。不用欠，我想要一座山头坡地。山头坡地，元兄，那坡地种起来十分艰难，不好种也不好收，您真的要坡地吗？要，到时候可以找人来种。元兄如此说，那就让那几片坡地都赏给你们吧，左右那些地也不值钱，倒是我过意不去。嫂子，不瞒您说，我一会儿要去看一个朋友，我也想要点您那卤肉，我可以拿钱买的，正好当礼物拿过去。这时候你还要去找叶小姐，晚上赶不回去了吧？没事儿，赶不回去，我本来就打算住在她那儿呢。虽然那叶小姐是个和离妇，也比你年龄大一些，可你毕竟是个外男，住她那里不合适。就剩这么些了，原本想着都是剩下的，公子既然喜欢，都拿去吧，不要钱。别客气，这些东西也不值钱。那我就不客气了，嫂子，我外祖家行商，咱们通许县县城的客来酒楼就是我外祖家的产业，我准备拿回去给掌柜的尝尝，若是可以，咱们也可以合作。也成，那就多谢林公子了。县令大人一行人终于离开了，可大柳树村却是没有平静下来。那这样吧，咱们这些良田能种菜的就都种菜，按照大人说的，2年后菜种推广后，咱们不种菜了，再低价卖给村民，正好村民这2年有工可做，也能攒下银钱买地啊。就按村长说的办，我家这么几口人呢，都去菜地干活，还有沈渊家的作坊，一家人齐心协力，等2年后怎么着也能买几亩地啊。是啊，那我也先买几亩荒地吧，良田等过2年银钱多了再买。经过这件事以后，苏婉婉还有沈渊在村里的地位直线上升，甚至比李正说话都管用。该死的王翠娥，都是他这个扫把星，老娘找到机会非弄死他。娘，你别，那女人现在就是个疯子，她会杀人的。可是娘老了，你现在这样子，家里的活也没人干，秋收可咋弄啊？以后咱咋生活呀？可怜的儿啊！哎呀，娘，你傻不傻呀？非得跑到河里去挑水，在六叔家地的渠边开一个口，那水就能流到咱家地里，也可以去他家渠里挖水去浇地，不也少跑那么远的路啊？哎，我怎么没想到？哎呀，娘，我儿真聪明，我今天晚上就去。不过吧，这浇地是能解决了，可以后的活还多着呢。儿啊，你还得娶个媳妇儿才能行。哎，娘，
这件事你别操心了，我给你整个儿媳妇回来。婉婉，你看你们这么帮扶我，我们都不知道要如何报答了。嫂子，咱们是一家人啊，我这人比较懒，只是爱动脑子不爱动手，就算要做，沈云也不让我做啊。哎，那也不能你什么都不要啊，不成，沿岸水磨那边第1年的收益分给你一些。婉婉，你不要拒绝，我知道你现在不缺这些，但是这也是我们的心意啊。好，就按嫂子说的办，今天这一批我就先出货了，钱我也自己拿着，不过食材和调料方面你得自己去这里面买，最好能找到稳定供应源，这些我可就帮不得你了。我还有一个想法，我自己一个人呢肯定是不行的，家里有水磨，男人们呢也忙不开，我能找人合作吗？就是找几个夫人一起做，就跟你说的一样，调料呢把控在我自己手里，他们自己买肉去煮，我收了再卖给酒楼。那自然可以，现在酒楼还要的少，但是卖得好的话肯定会要更多，到时你一个人怕是也忙不过来。不过我能推荐一个人吗？就是王翠娥，我看她勤快又干净，她一个人也挺可怜的，能帮一把就帮一把吧。赵燕哪有不同意的，也是巧了，她第一个想到的也是王翠娥。得到鼓励，赵燕是信心满满，开心地跑回去找婆婆说这件事儿。沈月，你以前一直在边关，2年前才来到大柳树村，叶小姐的事情你怎么知道的这么清楚？你该不会……什么都瞒不过你。我虽然现在是沈渊的身份，可是原来也还有一些势力的，不过都是冯刚在联系。上次我让冯刚动用势力查了他。什么时候的事情啊？别担心，我的势力并不是以霍将军的名义建立的，也一直都是冯刚在管理，他们并不知道我的存在。之所以让查叶静雪，是因为上次咱们在镇子上酒楼吃饭遇到的那个就是他。后来沈华不是说他在打听大柳树村吗？我害怕我是不是暴露了，或者他会对大柳树村不利，毕竟咱们大柳树村似乎没有什么人会认识这样的贵家小姐。所以他为什么要打听大柳树村？最近也没见他来大柳树村啊，不是说去成王那里了吗？没打听到，但是江顺前2日来倒是告诉了我一个消息，那叶小姐想在咱们县买一些地建一个自己的田庄，可是咱们县村落密集，没有大片空闲地可卖。这件事李正也被喊过去问过，但是李正不想让咱们村的田地出卖，可隔壁王岗村坐不住了，把自家的耕地都给卖了，整个村子都同意卖。还能这样？那王岗村村民没了土地以后怎么生活？这次灾难虽然过去了，现在已经8月份，离秋收还有1个月呢，很多人已经断了粮，卖田地也不足为奇。王岗村的人大多懒惰，怕不是早就断粮了，卖了田地他们还生活在那里，平日就可以在庄子上种田，就相当于雇工，能给碗饭吃就行了。听说王岗村一致同意，叶静雪也同意让他们留在庄子上做工，怕不是啊，过2日这王岗村就成了叶静雪的庄子了。所以咱们大柳树村也要换邻居了？只是这叶小姐也是个傻的，就没打听过那王岗村都是什么人吗？她一个名门小姐，也不知道能不能镇住那些人，好端端干嘛要来咱们通许县买地？我觉得她可能是奔着成王来的，成王封地她也没有办法买地，咱们这里离兴平县近一些，尤其是王岗村，王岗村去兴平县比去通许县县城还要近一些。他该不会喜欢成王，是因为成王才和状元郎和离的吧？或许吧，这种事情也查不出来。时候不早了，别想了，该睡了啊。婉婉，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喜欢成王，但是我知道我喜欢你，很喜欢，越来越喜欢。动人的情话让苏婉婉的耳边一热，感受到身后胸膛的炙热，随即耳边一个热气袭来，她浑身都忍不住颤抖了起来。沈渊，你……这一日，苏婉婉被赵燕请去指导做卤肉。你们弄得真干净啊！做吃食生意，首先就是得保证卫生。白家那边我也说过了，这卤肉顶多放3天，最好用冰给保鲜着。成，这一点问题都没有，只要料对。辣椒我那里还有一些，这些日子先做少一点辣的，等明年咱们村的育苗基地弄好，就可以有更多辣椒了。哎，可是你那里的辣椒不是要留种的吗？
还是少摘一些吧啊。我摘的都是老了的辣椒，你们把里头的籽儿给留起来就行，其他的不影响使用。我去给你拿辣椒钱。大伯娘，这钱不急，你们最近用钱的地方多，先放着吧。再说，那都是种出来的，也用不了这么多。娘，弟妹既然这么说了，我们现在用钱的地方确实也多，等过几日我们卖多了银钱再给。婉婉，真是太谢谢你了。婉婉啊，那辣椒准备怎么卖呀？亲兄弟明算账呢，咱们都事先说好了，正好也让丰收记在账上。沈晴，你家里做什么好吃的？怎么这么香？我大嫂在家卤猪杂碎呢，大红姐走，去我家尝尝。沈晴，别，不合适。大红啊，快来！哎呀，正是时候，马上就出锅了。婶子，那我可不客气了，正好也尝尝大嫂的手艺，那香气啊，估计整个村都闻到了，可馋死我了。大红啊，早就听说你三哥要定亲呢，这怎么这么些日子了还没动静呢？婶子可别提了，我娘刚开始就没同意，可是我三哥就看上那姑娘，后来没办法，我娘同意了，但是要求他们只要一成亲就分家，让三哥和那姑娘住到我们老宅那边去。这贺婶子是个眼睛毒辣的人啊，竟然就看出那赵媛媛不是个过日子的人，为了儿子，她不得已同意，却也狠心把儿子分出去，不得不佩服贺婶子的智慧。还有这事儿？不是听说那姑娘除了弱点挺好的吗？婶子，知人知面不知心啊，你不知道，听说那个赵媛媛是个懒的，干活最少不说，她曾经还跟那个头头，对，叫林毅来着，原先作坊的人都想着他俩是一对儿，结果那林毅对他根本就没意思，是他自己瞎传的。所以呢，你三哥同意了吗？同意，他竟然同意了，还高兴的去找赵媛媛说呢。哼，结果呢，赵媛媛又不同意了，说是不能分家，分家了他们两个人没法过，现在就僵持到这儿了。我哥整天求着我娘不分家，你说我哥脑子是不是被驴踢了？这么明显的，那赵媛媛分明就是不想吃苦，坐享其成来着，他还替他说话，说他身体娇弱。我娘说了，我家娶的是媳妇，不是祖宗。呀，恋爱脑真可怕。婉婉说的还真对，大红，你三哥现在啊就是死心眼儿，钻进去了，谁说都说不动了。几个人正说着，就听到了外面传来了马儿的嘶鸣声。小月儿，你在这儿，你娘也在吗？林公子，你怎么也跟着来了？嫂子，这次我表哥亲自来了，我自然也得作陪了。这是我表哥白少，表哥，这就是我和你说过的沈家嫂子。白公子，沈夫人。装好东西，掌柜的去屋内结了账，便先行离开了。而白少还有林文月却是留了下来。沈夫人，我听表弟说你还在做一种新型的豆制品，你家里还有很多食材，这次跟来还是想亲自了解一番。自然是欢迎，如若不嫌弃，请移步家里。这时候菜园子里的很多菜都成熟了。苏婉婉来到这里之后还没有抡过锄头，这一拎呢，嘿，还挺重。他正要挥舞锄头下去，可这时沈渊却赶了过来，他直接从半空中抓住了锄头，接着就着那力道往下用力，二人合力锄下了第一锄。看着那红皮儿的像是角瓜的东西从土里出来，众人也都是震惊了。你说说，挖红薯怎么也不叫我？这可是第一颗呀！哎呀，差点错过了。六块呢，还有2个小的，像是没整出来。赵大人，你也太心急了吧！我这块地再过10日才能正式开挖呢，到时都挖出来一看不就知道了。每颗红薯的数量也不会相等的，10日后也会再长大一些。你还真说对了，我就是心急呀。这样大概算一下，我也好心里有个底，不至于到时被吓到。嫂子，这红薯能做菜吗？都能怎么吃啊？
你说做菜还真能做一道，叫拔丝地瓜。但是这红薯可以磨成红薯粉，能做出粉条来，粉条又能做出很多美味。那可太好了，若是嫂子以后做出那个粉条，我白家第一个来收购。师傅，这一亩大约能产8担，按照第一颗那个产量算的，结果只能更多。你说多少？80担。8担呀，这也太厉害了。对呀，这还是保守估计，还能长呢。那岂不是正式成熟，能收10担？10担肯定不是问题，指不定更多呀。哎呀，不挖了，走，我也去你家吃红薯。柳大平来的有点迟了，不过他已经听到了结果。沈渊家这片地种得早，所以成熟的也早。我知道大家最近都难，很多人家的粮食已经快见底了，但是现在山上的野菜都长出来了，大家自己克服一下，实在不行就到其他家借一下粮食，不多久就是秋收了。咱们自己也种的有红薯，这么高的产量能卖不少钱，能买不少粮食。所以不要为了口吃的做出什么丢人现眼的事情，谁也别想打那些红薯的主意。你们也看到了，赵大人对这些宝贵着呢，自己都不舍得挖一颗。若是被农业司的人发现你们敢偷红薯，我柳大平也保不住你们。李正放心我们知道的。对呀，我们自己也种的有红薯，就算没粮了，我们多跑几次山里啊。李正叔，我家没粮了，能去你家借点吧，等秋收后就还。苏婉婉回去做饭，让沈渊带着白少又跑去作坊看了看。林文月对这些没兴趣，但是大柳树村还是挺美的，山清水秀的。林文月沿着河边走着，思绪飘远。这时远处走来一个黄衣姑娘。林公子，又遇到您了。林公子肯定不认识我了，我是在沈东家作坊做工的姑娘，我叫赵圆圆。不远处，小云逸看到这一幕，瞪大了眼睛，然后咕噜咕噜地转了几下。梁叔，快来，快帮帮我！哎呦，我帽子掉河里去了！小云逸直接拉着贺喜良往河边走。果然，刚露了个头，贺喜良就看到了远处的赵圆圆。他心中一喜，正要喊他便看到圆圆脚下一个踉跄，这眼看着就要扑到那小公子的身上了。林公子，对不起我……姑娘小心点，告辞。说完，他就立马转身离开了。谁知身后扑通一声，那赵圆圆就是跪了下去。林公子，求公子救救我！你怎么了？公子，小女是个孤儿，孤苦无助的来到大柳树村，东家新山收留了我们。可是奈何村里有些男人欺我孤苦，竟是要强行娶我。我不依，我没有倚仗，我心中实在害怕。眼看着东家作坊也要完工了，圆圆也没地方去了。公子心善，求公子收留我，我干活勤快，哪怕去做个扫洒丫鬟，我一定好好干活，服侍公子。没想到还有人求着卖身做丫鬟的，这么漂亮的一个姑娘，好好嫁个人不好吗？干嘛非要去做奴才啊？大柳树村应该不可能有这种人吧？你不愿意还能强行娶了你不成？我家里也不缺丫鬟，你既然勤劳，走到哪儿都有活路，男女授受不亲，你赶紧起来吧，让人看见了算什么？我走了，你求错人了。公子若是不答应，我就只能求死了。说完，他竟是要往河里跳去。赵圆圆被人拉住，一扭头以为看到的会是林公子，结果却看到了贺喜良。一个羞愤，他又迅速的红了眼睛，眼泪吧嗒吧嗒的往下掉。林公子，赵姐姐为什么要跳河啊？小云逸眼珠子咕噜咕噜转个不停，故意大声喊。恰好白少跟着沈渊从作坊里出来往这边走，听到动静就立马走了过来。
可不是我逼他的，是他逼着我，想要去我家做丫鬟，还说活不下去了。云逸，你爹娘那么好，他们为你们做工，咋就让他活不下去了？圆圆，你为什么要去做丫鬟啊？什么叫活不下去了？我娘已经同意了我们的婚事，分家我们只要勤快些，也能过得好的。白少过来看看这个，再看看那个，感觉错过了一场好戏。切，我家表弟的丫鬟也不是谁都能做的。那个男的，你是个傻子吧？这女人明显就是看不上你，而是看上了我表弟。白少直言直语，直接将赵圆圆的脸面给踩得稀碎。他说的是真的吗？圆圆，难道我们以前都是假的吗？喜良哥，我没有，我愿意的，我没有想去做丫鬟，我也没说那些话。这时冯氏还有作坊那边几个人也跑了过来。圆圆啊，这怎么了？哎呀，贺家小子，你该不会又……冯婶，你这侄女说她没活路了，要去林公子家做丫鬟，你做姑姑的是不管她了吗？在我家作坊做工，干的最少，也还拿工钱，竟然说没活路了，是怪我这个东家太恶毒，不给饭吃吗？目光转到贺喜良手上的鸡蛋上，看来是真怪我不给你们吃饱，还是让别人拿食物来给他吃。冯氏啊，你说说，我作为东家是真的没让你们吃饱饭吗？这时林毅和冯小柔他们也跑了过来，几乎所有做工的人都听到了动静赶了过来。没有，东家最仁慈了，给我们这些饭菜足够每个人都吃饱了。东家对不起啊，圆圆她没有那个意思，她……那冯婶的意思是我听错了。既然如此，我这庙小容不下她，就请她另谋高就吧。这样的丫鬟我家也用不起的，我怕她出去了，说在我家吃不饱穿不暖，还被主家虐待，这不是毁了我自己的名声吗？娘，你不要再袒护她了，她分明就是想攀高枝。圆圆，赶紧给东家磕头认错，和人家林公子认错。赵圆圆泪水决堤，却是看向了贺喜良。喜良哥，你相信我，我是想着去做丫鬟，可是也是为了我们呐。贺婶子让我们分家，可是我们两个身体都不是很好，我不做丫鬟，我们怎么过呀？喜良哥，相信我，我只是为了我们的将来考虑的。贺喜良一个后退，拒绝了他的触碰。赵圆圆一怔，不可思议地看着贺喜良，他看到了他眸中的失望。姑姑，我错了，姑姑，我只是想给自己找个更好的后路。东家，多谢东家这些日子的收留和照顾，圆圆做出这种事儿，我们再没脸待下去了。明日一早，我们家就离开。下午来结一下工钱。得嘞，真是一颗老鼠屎坏了一锅粥，有些人自己不行，还要连累家人，就怕呀是个养不熟的白眼狼啊。哎呀，表哥，你说的对，也幸好我聪明，没有被他招惹上，不然可真是洗不清了。众人哗啦啦的走了，贺喜良没再多看赵圆圆一眼，抬起腿就走，可赵圆圆却是一下子扑了过来。喜良哥，我错了，你原谅我好不好？我嫁给你，咱们好好过日子好不好？我承认我是不聪明，可是我并不傻。行了，表姐，你可真是够了，给自己留点脸面吧。娘，不要再管他了，我们能和他一起离开也算对得起他了。他若是真有脸，这时候就不该再去缠着人家。你有一个好姑姑，以前的都过去了，好自为之吧。说完扭头就走，只留下了一个决然的背影。他们刚走不久，冯氏和冯小柔就一起过来了。钱都收好，你们这一行人抛开小孩子不算，只有冯叔一个男人，路上一定要小心，不要露富，该买的东西还是到你们当地再买，拿着不方便。多谢夫人，我们会小心的。夫人，对不起，我替我表姐向您道歉，也谢谢您。我知道，若不是您，
我们也不会留到现在的。我祝您和东家健康长寿，一切顺遂。如果以后还有机会相遇，小柔一定报答您的恩情，就此别过。小柔，这样吧，等你们回乡安顿好了，若是你想来，我这作坊随时都欢迎你。当然，你若想现在就留下来也是可以的。我这里将来会需要很多人，而且我也准备再盖一排员工宿舍，就是专门给做工人住的房子，不用卖身，就是长工那样的。夫人，我愿意的，等我把我父母他们送回去之后我再来。答应的这么快，就没想过嫁人吗？不嫁，嫁什么人啊？只要我能做工，我就交得起婚税，不怕，等18岁了再说。那成，我就等着你回来啊。好，我一定会好好干的。你画什么呢？哎呀，你怎么走路都没声音的？作坊东面这一块，我准备盖一排宿舍，就是小房子，一间一间的。你看咱们这作坊倒是得需要人吧，家里那么多地也需要人吧。村里的人农忙的时候肯定也要放假的，而且村里合适的人手也不够，肯定要从外面聘请人，那就得有地方住。这里我打算做2个宿舍，一个男生宿舍，一个女生宿舍，最好再办一个食堂。你确定只是用长工而不是买人？婉婉，上次我就提过，要不买个婆子，正好现在我们一起商量一下。那你说说你的想法。我是这样想的啊，可以有长工也可以有短工，但是自己买的人也不能缺。你也说过咱们那辅助作坊也没什么技术，不必忌讳别人学去，所以咱们也不是预防这些，主要是想有自己人也好管理一些。你把作坊分了很多工序，每一个工序安排一个自己人，其他人可以是长工也可以是短工，这样更利于统一的管理。村里人都还可靠一些，外面的人怕不可靠，而且村里人的活儿也多，大伯一家你也给他们找了生意，也不能来帮忙，咱们得有完全忠于自己的人。你也听说了，王岗村的土地被叶金雪全部买了之后，说是要做长工，结果个个偷奸耍滑，也多亏了叶金雪手腕强大，一部分村民被迫签了卖身契才老实下来，一部分村民到现在还没有解决，赖在农庄不走。行，买，咱买人，一场旱灾，听说人牙子那里人满为患，这时候买人应该也便宜。跟着咱们做工的这2家，我瞧着就有意思留下，让林毅问问他们是否愿意。还有林毅，无论他是否卖身，我都想让他留下来。林毅是个好的，其实我也挺看好冯家的，只是可惜，不过我已经和冯姑娘说好了，等秋收后她还来。咱们也最好再盖一个房子，3进那种大房子。时间太赶了，更何况太招摇了也不好。咱们现在这院子也是新盖不久的，我现在让布置的这么好，也喜欢着呢。婉婉，你不懂我，我是为了你好。那就等作坊步入正轨再盖。婉婉妹子，快，村里发生大事了！夫妻2人跑到了外头去，只见李玉林一脸的着急。嫂子，怎么了？真被我猜中了，贺二柱和你们家作坊的一个赵圆圆，他俩搞上了，你说气人不？那赵圆圆我都提醒过他了，怎么还能和贺二柱？啥？在哪儿啊？李玉林看了沈渊一眼，知道这家里是妹子做主，大胆地拉着苏婉婉就往外走。再不看，那可就没热闹看了。在二柱家里呢。到了贺二柱家，果然看到很多人都围在那儿。贺二柱，我跟你拼了！啊，是赵姑娘自己跑我们家的啊，关我家二柱啥事儿啊？哎，我说他姑啊，事情都已经这样了，不如就成全他们嘛。你们都是难民，这姑娘父母都不在了，那我们能娶她，你做姑姑的应该高兴才是嘛。我们大柳树村多好啊，多少外村女子都想嫁过来呢，那都没这机会。狗屁！我表姐这么漂亮，怎么会看上你家儿子？分明是你儿子耍流氓！你胡说，这是我家，若不是他自己来的，那我们家二柱还能绑着他来不成啊？若非说个好歹，我看是赵姑娘不要脸，非要扒拉着我家二柱才对呢。谁不知道她整天想着要嫁人呢？我可是听说了啊，因为她惹恼了贵人，沈渊一家还把她给赶走了。她这肯定是不想走啊，故意赖上我家二柱，不然的话，
这种没爹娘的绝户头，我们才看不上呢。沈渊家的，我没说错吧？你们是不是把他赶走了，不让他留在作坊了？是，可是这并不能作为他跑来你家的理由，也许是你们哄骗他来的呢。你们不应该问一问当事人吗？他不是才是最清楚的人吗？圆圆，你说话呀！是不是他们欺负你了？若真是那样，姑姑就是拼了老命也要让他们赔罪。你说话呀！是婶子说家里有腌的咸菜，让我来拿点儿，明天可以带着路上吃，我才来的。那我就是好心，谁知道那丫头一来就看到我家二柱了，就说想留在村里，要嫁给二柱，是她故意的。胡说，我家圆圆不是这种人。你家儿子那样，我家圆圆就算瞎了眼了，随便找个人嫁了也不会找这种人的。哎，你怎么说话呢？我儿咋了？我家有田，怎么也比你们这些无家可归的人强吧？怎么就看不上我家儿子了？圆圆，你说话呀！是不是他们欺负你了啊？是不是他强迫的你啊？你放心，我哪怕去县衙告状，也要为你讨回公道。是贺尔柱，他是惯犯了。王翠娥，你说什么呢？你都和我家二柱和离了，好聚好散，你想干啥？这位娘子，你是不是看到了什么？我家圆圆是不是被他们骗来的？我没看到，但是我知道他是惯犯，因为当年我也是被他糟蹋了，这才不得已嫁给他的。赵姑娘，你可不能做傻事啊！你的心情我最能理解，可若你真的嫁给他，那你这一辈子就完了，他不会好好对你的。想必你也一定听说过，嫁给他之后他总是打我，他们母子二人就是一对豺狼，你千万不要想不开呀！你还有疼爱你的姑姑，就是一个人过日子也比嫁给他强啊！王翠娥，做人留一线，你这是毁我二柱的姻缘呐啊！我跟你拼了！随手一抓，他直接把那贺春兰给推开了。贱人啊呀，你个贱人啊！当初就不该娶你，你个没父没母的扫把星啊！我已经不是你儿媳妇了，再敢骂我，我不会客气。圆圆，你听到了吗？不管发生什么，有姑姑在呢，别怕啊！咱不能嫁给他，姑姑带你走。姑姑，我完了，你带我走就是害我，谁还能要我？我愿意嫁给他。沉默，瞬间沉默的可怕，众人都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。赵圆圆，你疯了吧？嘿，好姑娘啊，我和我们二柱啊一定会疼你的，就知道你是个好姑娘。哎，圆圆，你放心，以前是我不懂事儿，你愿意嫁给我，我一定会好好对你的。圆圆，你疯了！我不准你嫁，明天就跟姑姑走。不，我们现在就走，离开这儿。赵圆圆，我娘是为了你好，你别不识好歹。为我好？不是的，我都这样了，你们带我走，我能有什么好下场？我不是他的女儿，你才是。他真能养我一辈子吗？你们也不想想，我真的能活下去吗？贺尔柱他不是好人，迟早都会打死你的，我就是个例子，你好自为之吧。他打你是你做的不够好，做人媳妇的做不好被打也是应该的，他不会打我的。对，我绝对不会打你，你这么好，我疼你还来不及呢。好家伙，我挨打是我没做好，你能？你不挨打，走着瞧。好家伙，赵圆圆这思想绝了，这是对自己多么自信啊！辣耳朵，这什么言论？行，怪我多说了，那我就祝你不挨男人打。记住了，若是挨打了，就是你做的不好，自己好好受着。
我才不会挨打呢！等着看吧，你们都是不怕我好的，越是如此，我就越要过得好。冯氏直接气晕了过去。娘！冯小柔见状立马掐人中，好半天才把冯氏给掐了回来。这个巴掌是替我娘打的，你不值得她对你那么好。你竟然打我！冯小柔，我不欠你们家的，她只是我姑姑而已，还做不了我的主。你们这哪里是亲人啊，还说我会打她，结果你们倒是打上了，谁都不许打她，若是打就打我。贺二柱的一番话直让赵圆圆感动得想要落泪。圆圆，你若执意要嫁给他，我就当没你这个侄女。你可要想好了。你们就是见不得我好，我想好了，我就要嫁给他，我非要过得好一点给你们看。好，我不管了。带着你一路逃难到这儿，我也算对得起你爹了。你自己的选择，别后悔。娘，别管了，我们走吧。圆圆，谢谢你能跟我，你放心，我一定会让你过上好日子的，就让他们看看你的选择没错。果然跟媳妇儿说的，这赵圆圆自己就把自己作死了，怪不得当初媳妇儿不让我出手。族长，这霍二柱虽然娶了赵圆圆，可是用这种手段丢的是我们贺家的脸，不能就这么算了。是啊，族长，我们族里有这样的男人，其他男人还如何娶媳妇啊？这样的败类我们族里不能要啊！上一次他还出卖咱们村。对，那王翠娥那么可怜，竟然也是他通过这种手段娶回来的，咱们的脸往哪儿搁啊？你们别太过分啊！我这次又没犯错，凭什么赶我们出去？呀，还没犯错呢！哎呀，你这就是死不悔改。若是我们知道你是用了那种龌龊手段才娶到王翠娥的，那族里早就容不下你这种品行不端的人了啊！结果这次又反。二柱，你屡次坏我贺家名声，品行恶劣，我贺家容不下你，明日就开此把你逐出族里。哎呀，不能啊！贺二爷，我们二柱这次没打媳妇儿，也没犯什么错，那赵姑娘也是自愿嫁给他的，凭什么让我们出族啊？你作为族长就这么武断的吗？族长，我真是自愿嫁给二柱的，不管他以前什么样，我嫁过来了，我会看着他，他以后一定会改的。族长，请给二柱一次机会吧。族长，你不能动摇啊！这贺二柱好吃懒做，以后一定还会惹出大事儿。咱们大柳树村有红薯玉米，以后还有菜地育苗，责任重大。若是被他搅和了，那可就不是他一个人的事情了。族长，前阵子浇地，贺二柱家因为没有沟渠，就把我家的沟给挖开了，水流到他们地里。贺老太还偷我们的红薯叶、红薯杆子，本想着都是贺家人，那红薯叶掐了也没事儿。我看贺二柱躺在床上孤儿寡母的也不容易，就没吭声。你这么说，我感觉我家红薯叶也被掐过。我家前2天那红薯也被挖了，天杀的，一定是贺二柱。我看到了，肯定是他。咱们村里现在这么忙，都在做工，就他们闲着没事儿就往地里转悠。混账，竟然敢偷东西！那些红薯确切的说根本不属于我们村，若是出了纰漏，你们能担得起责任吗？没有啊，我没偷啊，你们没证据胡说。若是我真偷了，当时你们怎么不抓我呢？没证据又如何？不管有没有偷，就这么定了，明日就开祠逐族。村里你们也别想待了，我去找李正，等明日啊，你们就立马离开大柳树村。赵姑娘，你这时候若还想走就赶紧走，若还想嫁给他就请便。族长英明。贺氏族人欢呼了一声，跟着也呼啦啦的走了。其他人见状自然也不会多留，但是心里却是直呼痛快。等人都走了以后，赵圆圆瘫坐在地，不知道该怎么办。族长最后那句话他也听明白了，而且他现在也看出来了，贺二柱不是个好人。他要走，
赵媛媛最终还是决定离开，谁知屁股刚离地，那贺二柱直接就去把大门给堵上了，人也站在门口恶狠狠地盯着他。赵媛媛一个哆嗦，刚要张口大叫，贺春兰上前一把捂住了他的嘴。母子二人不由分说，直接拿了绳子把赵媛媛给绑了起来，又找了块破布塞入了他的嘴巴。我知道你想走，但是哪有那么容易，我这也是迫不得已啊。圆圆，我是真的喜欢你，我这也是怕你会跑。你放心，咱们离开这里也一定能过得好的。咱们家地多，能卖不少钱呢，有钱我们去哪里不能生活得好。圆圆，我是真的喜欢你，我怕你跑，你听我说，我们不会亏待你的。咱们去个没人认识的地方重新开始，一定过得比在这里好。是啊，圆圆，我也很喜欢你啊。咱们一家三口去一个没人认识的地方，买地盖房子，你们再给我生个孙子，不知道要过多好的日子呢。你乖乖的跟我们走好不好啊？你看你现在就算跑，能跑哪儿去啊？你那姑姑啊已经不打算管你了，更何况她有亲生女儿呢，你回去怕不是要被她卖了，还帮着她数钱呢。你已经跟了二柱了，我们就是一家人，你跑了，一个女孩子在外面多危险，你知道吗？指不定啊就会有那人贩子啊卖到窑子里去，跟着我们，咱们以后都是好日子。哎呀，其实这大柳树村吧，我早就不想待了。你别看这大柳树村现在这么好，跟县令大人打交道是那么容易的吗？那些贵人现在就是利用村里，等利用完了，他还要抢功呢。大柳树村的人啊，傻哟，哼，指不定最后啊就会被灭口。你听说过王岗村吧？哎呦，那些村民呢可惨了，听说呀死了不少人呢。贵人的饭哪儿那么好吃的呀？那都是奴才，说打就打，说杀就杀呀，小命时刻都得提着。圆圆，娘说的对，咱们离开这里，指不定就是因祸得福。我看大柳树村早晚也是跟王岗村一样的命运，那些贵人都是杀人不眨眼的。圆圆，你相信我吗？我们以后好好过日子好不好？你想去哪里生活，咱们趁早打算一下。你们真的听我的吗？你既然嫁给了我，那我们就是一家人，以后咱家都是你做主。对，圆圆，娘一看你就是个有本事的，我和二柱啊都听你的。那咱家还有多少银钱？咱家就剩2两银子了，不过我以前听人说过，咱们就算被逐出族啊，家里的地呀、房子也是可以卖钱的。家里有20亩地啊，还有那处宅子，就算贱卖也能卖20两银子呢。银钱也让我保管吗？赵媛媛忽然提出这个问题，母子二人都是一怔，随即齐刷刷的点头。那我不想去村里了，我们去县城，先租个房子，找个买卖做，也行吗？圆圆啊，我们能做什么生意啊？万一……二柱，我也是为了你好啊，你的腿这样可咋种地啊？难道你想做一辈子农民吗？咱们先去县城看看有什么机会再说。啊，对了，哪怕自己发豆芽去卖，总是个买卖，不比种地强吗？哎呀，我就说嘛，还是圆圆聪明。圆圆说的对，咱们种不了地就去做买卖啊。哎，那豆芽都会发，就不信别人能做买卖发财，咱们就不能了。对，圆圆聪明，娘，咱们都听圆圆的，做买卖赚钱。以后啊，让你做老夫人，等咱们发了家回来羡慕死他们。媳妇儿，以后家里都听你的。娘，快把银子拿过来。我疼，都怪你，还怕我跑啊？你这么好，这么听我的，我怎么会跑呢？翌日，众人得知赵媛媛竟然还要跟着贺二柱一起离开大柳树村，也是震惊了。
10两银子，你知道能买多少粗粮了吗？我不管，是我把大柱给养大的，他就得养我，不然就是你们不孝，我要告到县衙去。你把大柱养大，难道不是公爹养大的吗？你怎么养他了？你都没给他吃饱饭过，凭什么给你10两银子？就算没给他吃饱，没我给他做饭，那他也长不了这么大呀。2两银子，爱要不要？不要你就去告，我们整个村都可以作证，你根本没善待过大柱，看县太爷是不是听你的？2两银子也用不着，按20年算，当初分家说好了，1个月就1袋子粗粮，算下来也不到2两。更何况你这老太还能活20年吗？2两就2两，1两银子就这么多，我家也没多余的，你这是逼我们去死，不然的话大家都跟你一起死好了。要不你就去告，大不了我们挨几个板子，你1个铜板也得不到。且慢，柳叔，玉林嫂子给了这些钱，是不是就表示跟她断绝了关系，以后都不用再给孝敬粮？当然是断绝关系了，我家大柱要跟她断绝母子关系，本来也不是亲母子，给这些钱也算是还了她的养育之恩了，以后就没关系了。是该如此。那行，沈章，你过来帮玉林嫂子写一份断绝文书，正好房子和地要去县衙过户，让柳叔一同带去衙门。当事人都在上面按了手印儿，柳大平就带着这文书以及贺二柱一行人去县里办手续了。贺二柱一家早就收拾好了包袱，锅碗瓢盆啥都没落下。送佛送到西嘛，只想着把这瘟神赶紧送走。柳大平也大方，直接赶了自家牛车，帮他们带着这些行李。圆圆，你怎么这么傻呀？娘，他刚才看都没看你一眼，他这是自找的，你没看他还一脸春风得意的吗？都是他自己选的，婶子别伤心了，白眼狼管的太多，他会恨你的。婶子，你们还要走吗？若是不想走也是可以留下的，正好我和沈渊有话要问你们，走吧，咱们去作坊那边说。作坊留下来的几家人都被叫了过来。今日召集你们过来，是有一件事情想问你们。作坊秋收后会开工，而且我还准备再建一排房子，你们还可以留下干活。但是想要留下来，只有2种办法，你们自己选择。第一种就是你们卖身于我沈家，按人牙子那边的价格，但是对外我不会说你们是卖身，卖身契你们也可以随时赎回去。而且你们也跟着我们这么久了，一定知道我的为人，只要肯好好干，我绝对不会亏待你们。第二种呢，和我们签订长期的用工契约，现在的房子租金你们自己交，等作坊这边的宿舍完工，你们可以搬进去住，免费。但是尽管你们是自由身，也绝对不能做出对大柳树村、对我沈家以及作坊不利的事情来，一旦违约就会支付高昂的赔偿费用。当然如果做工不行，我们也有权解除雇佣关系，赶你们出村。还有一点，若选择做长工，从3天后开始，作坊不再管饭，你们可以去村民那里买，也可以到镇上，工钱按照不供粮食的价格算。若是觉得做饭不方便，以后作坊也会有厨房专门做饭，饭不贵，但是需要你们自己花钱去买。东家，我留下来，我选择长工。你们好好干，等赚多了银钱，也可以在村里买地盖房子，落户大柳树村。沈渊这话一出，更是像给他们吃了一颗定心丸。苏婉婉回去之后，按照现代管理公司的模式，又制定了几个公司制度，用以约束工人。3日后，作坊终于完工了。娘哎，这京城也不一定有这么大的作坊吧？渊啊，那腐竹得卖多少才能把这些钱给赚回来呀？大婆别担心，腐竹不是豆腐，应该很快就会回本的。沈渊家的，这等秋收后开工，我能来做工不？当然可以，这作坊只要缺人，咱们村里谁有空的都可以来。到时我会按照分工不同制定每个岗位的工钱，后期生意起来，工钱也会涨。要我说啊，你们女人还是在家带孩子做饭吧，在这儿做工的活我们男人来干。啊，我们咋不能干了？我们指不定比你们还干得好呢，凭啥不让我们来干呢？听我说，都有机会，男女都要。
咱们村现在可以干的活儿多着呢，那种菜不也是活儿，也发工钱呢。到时我们也有专门的制度，谁合适谁就来，可千万不能因为这个伤了和气。这一日，一辆豪华马车停靠在了沈渊家门口。月儿、云逸，你们娘呢？你是林哥哥，你怎么穿女人的衣服呀？你到底是林哥哥还是林姐姐啊？我是姐姐呀。那你为啥不做男人了，要做女人呢？男人女人是可以自己选的吗？嫂子好，稍等一下，我扶叶姐姐下来。黎文月说完，立马就去招呼马车里的人下车。苏婉婉记性很好，一下子就猜到了马车上的人是谁，是那日在镇上酒楼吃饭的时候见过的叶静雪。叶姐姐，这就是我和你提过的沈家嫂子，怎么样？她是不是很漂亮啊？这位是叶姐姐，就是在隔壁王岗村买下一个村子田地的那个冤大头。当着人家的面说人家是冤大头，真有你的。叶小姐。沈夫人。叶姐姐，你们两个年龄差不多，这么客气干嘛呀？嫂子是很好相处的人，喊什么沈夫人呢？我年龄应该比你大一些，那就叫你名字。行，就叫我婉婉吧。那你也可以和文月一样，叫我一声姐姐。相遇是缘，我第一眼见到婉婉妹妹就觉得有眼缘，咱们都不必多礼，像是小姐妹一般就行。啊，还真是有缘呐！你们没发现你们两个长得有点像吗？好像是有点像啊。这大概就是缘分，怪不得第一眼见你的时候我就觉得眼熟呢。人有相似很正常，我也觉得和姐姐有缘。走，咱们先进院再说。叶姐姐，也幸好你和离了才来到这儿，不然啊，可见不到这样的花海呢。妹妹说的是，幸好我和离了，不然下场肯定很惨的。吓到妹妹了吧？没事，这件事没什么不好说的。我和妹妹投缘，也是真心想做姐妹，自然不会瞒着妹妹的。以前呢，是眼神不好，看上一个男人，但是那个男人有个青梅竹马，还隐瞒着我，被我提前知道，所以我直接和离了。姐姐，你厉害啊！就因为一个青梅竹马，你和离？这……若是在疫情之前，他就和我坦白，我或许可以原谅的。可是成婚当日，我亲口问他，在老家可有中意的女子，或者可有定过亲，他却说没有。我已经知道了，老家那个女子和他是有婚约的，还在老家照顾他家中老母，等着他功成名就就回去娶她呢。结果他却欺骗我，和我成亲。你说他是不是觊觎我的家世啊？这样狼心狗肺的男人，我只恨在成亲前没有认清他的嘴脸，不然可以退亲，而不是和离。我收回刚开始说的话，他也太不要脸了，都定亲了，而且人家姑娘还为他照顾老母亲，他竟然忘恩负义要娶姐姐，他这是辜负了2个姑娘啊！那个姑娘可千万别傻，这样的男人可不能要。该不会是你和他和离之后，他转头回去又娶那个姑娘了吧？指不定他还乐见其成呢。哎，不谈他们了，晦气。文月，我说这些只是让你也警醒一些。咱们作为女子，向来媒妁之言，但是若是遇到这种男人，一定要及时止损。我希望你不要像我一样瞎了眼，一定要遇到一个正人君子，而且对你好的。嗨，别说我了，我现在还不想嫁人呢。15岁不小了，你也不要因为我的事情和你家里的事情就抵触。不是每个人都能遇到那种男人。你看婉婉，你不也说了，人家相公对她宠着呢。是啊，好男人还是很多的。那是嫂子漂亮，而且有本事，哪个男人不疼啊？你不要妄自菲薄嘛，文月也很漂亮。婉婉妹妹，我听说咱们村里有从西北军营回来的兵员，你知道是谁吗？怎么了？实不相瞒，
我是来找人的。我就说你怎么会来这里买庄子呢？叶姐姐，你要找谁啊？他是在我们北昌府吗？我只知道他可能在通许县，但是具体哪个村子不知道。毕竟当年西北军营很多士兵卸甲归田，目标太大了，不好找的。你要找谁啊？我可以让我爹帮帮忙啊，或者是直接找许县令。那些士兵从战场回来，官府应该都有登记的吧？我去县里查过了，不行。那2年归田的将士太多了，登记也很混乱，也不全，而且通许县太多村子，根本就不好查。我才嫁过来几个月，对这些不太清楚。不过我夫君就是从战场上回来的，但是我不知道他是哪个军营的。也是啊，嫂子才来几个月，肯定不知道的。叶姐姐，你不如去问问李正啊。今天太晚了，改日吧。左右现在离得近，以后我会常来的。婉婉妹妹可千万别嫌我烦呐。对了，我还想去看一个故人。婉婉，你们村里是否有一个叫贺东的少年？他应该还有个瞎眼娘亲的。苏婉婉又是一个震惊，这贺东他认识呀。当初野猪下山，沈渊就是为了救贺东而受伤的。认识，他家就一个瞎眼娘亲，过得挺清苦的。不知姐姐怎么也认识他们呀？嗨，其实我和他们也不熟，但是吧，那贺老太的眼睛是我拿前夫给弄瞎的。你们一个村的应该知道，他们母子曾经出去讨生活，好巧不巧的遇到了我那前夫。没想到贺东和他那瞎眼娘亲还有这么一段故事。他只是听说母子2人是去年回村的，曾经出去讨生活，结果也没过下去，这还是回到了村里。原来呀，竟是遇到了渣男，一路照顾他去京城赶考，考了状元不给报酬，还要杀人灭口，果然是够渣的。有一次我和他去逛街，路上碰到了贺东母子，若是他不开口，我也不会知道他们认识。他大约是急了，说只是老乡，我也是心善，看母子2人穿着破烂，就暗地里给他们送了些吃食和衣物。都怪我，若不是我这个举动，他也不会起杀心的。母子2人被追杀，也是我的人救下了，可惜老太太的眼已经瞎了。他们告诉我他的事情，可是那时候我被那个男人迷了眼，根本都不信。我跑去质问，那男人发誓他没有什么青梅竹马，还说母子2人是骗我的，跟着他来混吃混喝的，就是想要缠着他要好处。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，就是信了那男人的鬼话了，再也没去看过那母子2人。所以你是到了新婚夜亲眼看到了，才相信贺老太他们的话？算是亲眼看到的吧。说话间，一行人已经跟着苏婉婉到了贺东家门口。嫂子，你怎么来了？我带了个故人过来。叶小姐，这里不是京城，不用这么客气。东子，我来看看你和你娘。是叶小姐来了吗？婶子，快起来。叶小姐啊，您怎么来大柳树村了？贺老太有些诧异，见到叶小姐，她又想起那段往事来，不由得红了眼眶。我来找人，顺便看看你们。叶见雪这次也带来了一些礼物，还有一些银两要给他们。母子2人推脱不要。叶小姐，您当初救下我们，还派人送我们回村，这已经是天大的恩情了，是我们该感谢您，怎么能再收您的东西呢？收下吧。当初若不是你们告诉我那赵行简的为人，我现在指不定还被蒙在鼓里呢。也是因为我接触了你们，才导致赵行简想要杀人灭口的。不怪小姐，是他心肠歹毒，只是苦了小姐成婚后才认亲。哎，
没关系的，贺婶子你还不知道她现在有多惨吧？她被陛下赶出了京城，而且族内往下3代都不能科考。回到村里之后，受到族内的指责和排挤，天之骄子堕入污泥，她乡下的未婚妻也抛弃了她。肩不能扛手不能提的男人在乡下能过什么日子啊？他完了，如同乞丐一般苟延残喘。这还不是他的结局，我已经派人看着他了，他绝对不会东山再起，一辈子只能窝在村里被人骂。叶姐姐什么时候变得如此狠毒了？虽然说那状元郎隐瞒了乡下的未婚妻之事已经和离了，并且赶出京城，3代无法科考，这样的惩罚已经够了，为何还要让他生不如死呢？苏婉婉却是眸子微眯，没有错过叶静雪眸中那刻骨铭心的痛。被渣男隐瞒未婚妻的事儿，按理说没有圆房就和离了，就算痛恨也不应该如此之深。这复仇的快感和痛楚，剧情很熟悉啊。这走向有点像是重生复仇。你们是不是觉得我太狠了？叶姐姐，你当初一定特别恨吧，一定很痛苦吧？对不起啊，你成婚我都没能去京城。叶姐姐这么做一定有她这么做的理由，对待渣男，我们做女人的就不该心慈手软。时间也不早了，叶静雪和林文月并没有留下来吃晚饭，2个人去了叶静雪那边，并且约定以后要多走动。沈渊在吃晚饭的时候就觉得苏婉婉有话要说，等孩子们都吹了灯，他回到屋里，苏婉婉立马拉了他坐下。沈渊顺势搂住了他的腰身。婉婉，这么迫不及待啊？苏婉婉一巴掌打了过去。别闹，我有正事。跟叶小姐有关。他来通许县果然是有目的的，他似乎在找一个人，但是还没有找到那个人在哪个村。那个人和你一样，从西北军那里退役返乡。这件事我已经知道了，就在今天上午冯刚送来的消息，他的确是在查一个人。我思来想去，他查的这个人或许是沈渊。你确定他找的是沈渊而不是霍远？我确定是沈渊，霍远的身份没人知道，当初从边关回来退役人员的花名册上也只有沈渊，他找的既然是退役人员，只能是沈渊。北昌府从西北军退役的人多吗？你怎么确定他找的是沈渊，不是其他人？退役的人是很多，但是他要找的人带有一个5岁的小女孩。是小月儿吗？小月儿刚刚5岁啊，所以是小月儿。不对啊，沈渊不是2个孩子呢？云逸7岁，小月儿5岁，他要找的人若是只有一个5岁的孩子，那也不是沈渊啊。傻瓜，沈渊多大？好像是22岁来着。沈云逸7岁，沈渊22岁，也就是说沈渊15岁就生了沈云逸。在古代这个年龄也说得过去，并没有人深究。可是沈渊14岁就去了战场，哪有一去军队就能跟人生孩子的？所以云逸不是沈渊的孩子。媳妇儿，我错了，你一直没问我，我就没说。云逸他的确不是沈渊的孩子，而且该罚啊，罚？媳妇儿要怎么罚我？这样吗？惩罚是没有的，倒是折腾的苏婉婉差点散架了。原来小月儿是沈渊的亲闺女，而云逸则是出身于皇室。云逸的亲生父亲和现在的皇帝是同父异母的兄弟。云逸的爹跟现任的皇帝是一样的，都是先皇的孙子，也就是说云逸是现任皇帝的侄子，是名副其实的皇家贵胄。当初他找到我，亲手把云逸交给了我，没过多久他就遭人陷害，当时云逸还是个襁褓中的婴孩。云逸的爹其实并无心皇位，但是身在皇家，那时的3王和6王已经疯魔了，宁可错杀都不会放过。于是不得已，我把云逸抱回了军营。军营没人会照顾孩子，就托付了村里的一户人家先照顾着。云逸大一些，我也经常带他去军营，别人误会他是我的私生子，我并没有解释，默认了他这个身份。婉婉，你可千万别误会，云逸真不是我的私生子。啊，我知道了。
一转眼就是8月15中秋节了。这是苏婉婉来到这儿以后过的第一个大型节日。婉婉，婉婉，哎呀，别弄了，婉婉，走，今天中午啊，都去老宅，你大嫂已经在家做饭了。中秋节嘛，咱们两家啊得吃个团圆饭。成，大伯娘，我摘些菜拿过去，一块做了。哎呦，若是被赵大人看到，又要可惜了。二人说着话，很快就来到了老宅。婉婉，该给你们的银子还是要提早给你们吧。你们现在又要盖什么宿舍，正是用钱的时候呢。你们那里钱还够不够啊？不够，这些盈利都先给你们用。你大嫂说的对，这水墨也做好了，用钱的地方没了，我们这里的银子都给你们用。大伯娘，我们还有钱呢。上次官府欠的200两已经给了我们，而且这红薯马上丰收了，不仅能卖钱，许县令怕是又要给不少奖励。你们啊就别操心了，没有那个实力，我们也不敢盖那么大的作坊啊。也是，咱家婉婉可真是有能耐，从官府拿奖励拿到手软。再多银钱也止不住你们那么造啊！听大伯娘的，那个卤肉需要给你的那部分呢，我们1个月就给你结算一次，如何呀？嫂子，嫂子，我回来啦！姑奶奶，丰收。心如，是心如回来了。大嫂，2年未见，辛苦您了。别起来起来，这是干什么呀？咱家不行跪的啊！这是宝林和平儿吧？哎呀，都这么大了。大舅娘，宝林给您磕头了。平儿也给您磕头。好，好，都是大孩子了。婉婉啊，快来！这是沈渊他们的姑姑，这是你们表妹王平，这是表弟王宝林。姑姑好，我是沈渊的媳妇苏婉婉。哇，这个表嫂好漂亮啊！好，三哥在天有灵，一定很欣慰。姑姑，您回来的正好，大伯娘今日做了好多好菜呢，咱们正好一家子团圆。好，平儿、宝林，快来见过你们三表嫂。沈渊他们呢，说起来从沈渊14岁去服兵役，我都没见过他了。哎呀，他们呢都去工房做工了，一会儿就回来。这不，昭儿在这儿呢。昭儿见过姑姑。哎呀，2年没见，昭儿好像大变样了，看起来身体也好多了，壮实了些。是啊，多亏了婉婉。哎呦，心如啊，你还不知道吧？沈渊回来之后啊，带着沈昭分出去单过了。沈渊和婉婉没有亏待沈昭，还给他读书。这小子啊，等秋后就能参加童试了。等童试过呀，还要到县里读书呢。沈渊娶了个好媳妇儿啊！你们就是沈渊的孩子吗？对，这是小月儿，这是云逸，快叫姑奶奶。他有些局促，见了这么多小辈，本就应该给见面礼的，可是他只拿了些根本拿不出手的野菜，还有粗粮。哎呀，都是好孩子。苏婉婉见状，立马就明白了他们的窘迫。姑姑，别站着了，咱们坐下说话。婉婉啊，你陪姑姑说会儿话啊，不行带他们去村里转转也行。这会儿还早着呢，也去你家里看看，让他放心。行，大伯娘，我知道了。你们做饭，我带孩子们和姑姑出去转转。这就是红薯吗？我是听说咱们村里有人发现了新的良种，好像叫红薯来着，竟然种了这么多啊！咱村竟然还有这种村民，还能发现这么多作物，听说还赶上农具了呢。不知道是哪一家，我认识不认识啊？姑奶奶，你肯定认识那个人，就是小婶婶发明的农具，作物也是小婶婶找到的。啥？姑姑，我带你去家里坐坐。看到这新家，沈心如更是惊得像是做梦一般。去年听说西北军那边放了很多士兵回乡，
我就想着沈渊是不是也回来了，本来打算回来看看的，谁知，你们姑父竟是走了，家里很多事情，今年又遇到灾年，一拖再拖。这次来我也是看看，看到你们都好，我也放心了。去年，那姑姑没回来通知大伯一声吗？嗨，离得太远，这几年一直灾情不断，本来日子就难，也不想让大哥大嫂跟着担心。那姑姑来一定走了很久吧？这次来不如多住2日，休整一下再回去。姑姑，你就别拒绝了，你能跑得动，表妹也跑不动呀。正好明日我们这里就要挖红薯了，表弟也可以过来帮忙。走，我带你们去作坊看看，正好喊他们回老宅吃饭。你是沈渊？哎呀，姑姑都快认不得了。是，我是沈渊，姑姑。长高也长壮了，平安回来就好。沈心如哽咽了一声，一行人就离开了作坊回老宅了。直到吃完饭，大伯娘他们才得知姑父已经不在了。你怎么不让人来通知一声啊？怎么着，我们也应该过去的。你婆婆给你们分家了没呀？你们是咋过的？这2年日子这么难，怎么也没想着回来呢？我跟你大哥就算再难，总能给你们一口吃的呀。没事，大哥大嫂，我们没分家，富贵呀是在煤矿上出事走的，也给了抚恤银子，你们不要担心。没分家还好点，你婆婆和大哥他们总能给你们一口吃的。哎，宝林说亲了没有啊？好在他也大了，以后也能顶门立户的了。没有呢。平儿表妹，你怎么哭了？平儿是看到大舅和表哥们，太激动了。你别说，让孩子们说，你看平儿像是激动的吗？姑姑，你们是不是遇到了难处？没关系，说出来我们一起出出主意。家人的意义不就是如此吗？你还没人家婉婉懂事呢。孩子爹走了，你不回来报丧也就罢了，现在有事了还想瞒着我们，是不把我们当家人吗？那你还回来干什么呀？心如啊，你出嫁那天，我和你嫂子就说了，虽然爹娘没了，你是我们妹妹，受了委屈，我们为你做主，可你什么都不说，你这让我如何对得起死去的爹娘啊？大哥大嫂，对不起，本来我是想着回来看看你们的，不想说那些糟心事，可是我们这日子实在是没法过了。张翠花让沈丰收带着弟弟妹妹都出去玩，有些事情啊，还是不要让小孩子听了。沈心如这才讲了自己丈夫死后他们母子3人的遭遇。大伯把她卖给了县里的一个恶霸做小妾，听说啊，那个恶霸都已经死了好几个小妾了。我跟大伯拼命，我绝对不会让妹妹给那恶霸做妾。大哥大嫂，那恶霸就是开毒方的，听说后台就是成王，我们惹不起啊。在平儿被卖之前，我婆婆他们就看管着我们，不让我们来这里，也是怕我们跟你们告状。平儿没了爹，大伯和奶奶就可以做主，他们已经按了手印，平儿算是卖给他们了，都是我无能，保护不了女儿。其实也是托了婉婉的福，那些恶霸背后的人想要大柳树村的高产作物，进而去讨好成王府的人，大伯哥就让我回来要那些作物的。更何况平儿的卖身契已签，他们也不怕我们母女会逃到哪里都能被抓回去。大伯哥还威胁我们，什么都不要说，若说了，平儿以后的日子不会好过，又或许他们笃定我们不敢和成王府作对，也不怕我们说，这才放了我们回来。娘，不哭，我家只要你和哥好好的，我什么都行。他们这就是笃定，我们不敢管。
这么大的事儿，你竟然还想瞒着我们？我娘是不想连累舅舅一家，舅舅你们不能管，不然我会和他们拼命的。无论如何，我不能让妹妹交给他们，更不能让娘再待在那个家。说完，他也是起身，就要独自一人离开。站住！你想怎么做？去送死？我去成王府告状。我知道我可能会连成王府的门都进不去，但是我要让全城百姓都知道他们干了什么事。这件事成王怕是根本不知情，那恶霸背后的人也不一定是成王。你表哥说的对，你这样莽撞就是去送人头的。要去告也要我们跟你一起去。成王是个王爷，我还就不信他不管了。心如，你放心，咱们虽然是百姓，可就是拼了这条命也不能让平儿受欺负。这件事根本原因还是宝林在他们大伯那里，那恶霸咱们对付不了，我们也不能任由王家欺负我们大柳树村的闺女。大伯，你们不要担心，正好我们后日打算去新平县煤矿走一趟，我们去看看情况。姑姑，你们先安心住一晚，正好明天看看我们挖红薯，等后天一早我们一起回新平县。婉婉说的对，后日我们一起去，咱们这么多人，治不了恶霸，也总能把老王家那鳖孙玩意儿给治。对，我们一起去，先收拾了那王八蛋再说。宝林、平儿，跪下，给你们大舅和哥嫂们磕头。好了，既然已经决定了，姑姑、宝林，你们就放宽心，来都来了，明日好好的休整一下。左右他们这次放你们回来拿红薯，想必也没想着你们那么快就回去。对，今天是中秋节，咱们都开心点儿，晚上还要一起看月亮呢。沈渊安排了人，打算后日就带着三兄弟还有大伯大伯娘这两个长辈一起去，让沈晴还有大嫂留在家里看孩子。晚上老宅房子不够住，宝林和沈素住一个屋，姑姑还有平儿没地方住，苏婉婉就让两人来这边跟小月儿住一个屋。娘，我想爹了。平儿，都怪娘没本事，没有保护好你。娘，等大舅他们去了家里，能分家就分家吧。你和哥哥分出来单过，哥哥勤快能干，你们一定能过得很好的。平儿，你想干什么？你别做傻事啊！娘，我想过了，舅舅表哥他们对我们这么好，我们不能连累他们。明日有他们撑腰，咱们能顺利分家就是最好的结果。那彪三爷不好惹，就不让他们管了，我嫁过去就是了。做妾就做妾，总好过舅舅他们遇险。只要你和哥哥分家出来，以后好好过日子，我也安心了。平儿，母女二人心情沉重，圆圆的月亮也照不亮他们的心。还以为你不回，直接在作坊那边休息了呢。那不能，不抱着你我睡不着。今天太晚了，我估计姑姑他们也睡不安稳。婉婉，不要点火啊，我会忍不住的。若是叫出来让姑姑他们听到。谁点火了？你今天想要我还不干呢。哼，成王是皇帝的皇叔，那也就是小于意的叔爷爷。是，成王的人品没问题，我们这次去不一定会见到他，对付一个恶霸也用不着成王出面。今天我已经让冯刚去查了，相信很快就会有消息。你别担心了，也别操心，我会处理好的。你们那个势力隐藏的挺深啊，打探消息倒是挺快。沈渊妻子的事情打探清楚了吗？跟叶静雪有关吗？事情太久远了，不好查，而且还要到西北的边关那里查，还没有头绪。但是从叶静雪这边查的话更容易一些，我们也有了怀疑的目标。叶静雪是郑国公府2小姐，郑国公府男丁居多，女孩除了夭折的那个就有2个，她找的大约就是她的大堂姐叶霓裳，也是当今护国公主的女儿。叶霓裳？你怀疑沈渊的妻子是叶霓裳？那小月儿若是叶霓裳的女儿，岂不是就是护国公主的外孙女儿？那是要喊叶静雪一生一意的。嗯，只是没想到小于意的身份特殊，
小月儿的娘指不定也是富家千金。婉婉起床了，快来，水给你放好了，赶紧洗洗。谢谢姑姑。你应该再多睡会儿的。沈渊昨日回来那么晚，累得你也睡得迟，不用顾及我们。吃过早饭，一行人正准备往沙土地去。嫂子、云逸、月儿，你们去哪儿？二伯、沈华，你们怎么来了？嫂子，前几日我们油坊重新开张了，可忙了，昨天刚忙完。这不，今天爹就催着我们回村看看，正好也给你们送点油。小妹，你啥时候回来的？二哥，回来就好，这是平儿，都是大姑娘了。我们正要去地里，这会儿还早。二伯、沈华，咱们先到家里。二伯还有姑姑兄妹二人在一旁说话，沈华献宝似的把那油罐子都拿了出来。三嫂，这些小罐子是芝麻油，大罐子是豆油，您看看香着呢。好香好香，这芝麻油真香。这是豆油，嫂子，用那种榨油法榨出来的油很干净，很亮堂，杂质特别少。是挺干净的。不仅干净，出油率还高呢，比以前出油率高了1倍。不过我爹说，等秋收后，芝麻和大豆的价格都打下来，再大规模生产。现在的芝麻和黄豆价格太高了。沈华，拿1罐香油，1罐豆油就行了，其他的送大伯家里去。爹背篓里还有呢，一会儿送那边去。二伯说的对，现在原材料价格太高，先试验试验就行了。价格方面呢，最好也提高一些，毕竟这油杂质更少一些，品质好，但是也不要提高太多，提太高百姓们还是不去吃。咱们要做的就是普通百姓的市场。我和爹合计了一下，一斤油现在多个5个铜板就够了，咱们出油率高，也不能提高太多了。等后期原材料价格下降，咱再降低，把价格打下来，大家都能吃得起油就好了。二伯，这会儿估计大家都去地里了，你们来的也巧了，走，咱们先去地里看看，东西呢先放这里，等结束了再拿过去。来到沙土地，这儿已经是人满为患了。赵庆海带着几个徒弟已经严阵以待了，为了这批红薯，他们昨天中秋节都没回去。开挖吧。除了官府派来的几个人之外，还有大柳树村的汉子们，一人找了一垄，在地头上一起动手。哎呦，这红薯可真喜人呐！这1亩红薯得产多少啊？婉婉啊，你可是立了大功了。今年这些红薯都留种，明年全县都能种上，不出2年，整个大夏朝都能普及。我们来迟了，竟然已经开始挖了。叶小姐也来了。徐老夫人，席上好。你是林公子？你是我呀，席婶儿，我是林文月。原来你是女孩啊！哎呦，长得可真俊呐！哎呀，既然今天是因为庆祝红薯丰收而做的大锅菜，自然也少不了红薯。柳叔，这些也拿回去蒸了吧。刘理正，拿去吧，这几块地是沈兄家的，他能做主。叶姐姐，我们今天是来对了，不仅能吃杀猪菜，还能吃蒸红薯呢。叶姐姐，你在想什么呢？没什么，我就是在想，你立这么大的功劳，不知道陛下如何奖赏你。陛下也不是抠门，实在是国库空虚。你不知道，后宫现在都在节衣缩食呢。不过这红薯贡献之大，相信他再抠门也得有所表示才行。我可没贪那一点奖励，给什么都行。天啊，我没听错吧？你没听错，红薯都在那里堆着呢，都是庄户人，那么大一堆，自己掂量一下也有那个数啊。我知道，可是还是感觉跟做梦一样。12担呐！若是每年都种这些红薯，交了税粮，还能留下很多，不仅能吃饱，还能卖不少呢。太好了，咱们以后再也不会饿肚子了。沈渊媳妇儿，这是立了大功德了。一上午的时间，10亩的红薯地都被挖完了。
最多的一亩地竟是有13担，最低的也超过了10担。师兄，这10亩地的红薯，你们准备做什么？可否都卖给官府？只能一半卖给官府，其余的我们想留着研究一下如何深加工。行，我们商量一下价格。第一批红薯，大柳树村居功至伟，就按斤米的价格收购，也算是给大柳树村的奖励了。多谢县令大人。这些玉米价格一样，等秋收时，本官再来。嫂子，明天我要回家，我想带一些红薯回去给爹娘也尝尝。那必须可以，一会儿我给你装一些回去。林小姐明日回去，本官让人送你回去。我不要你送，我这么大人了还能丢了不成啊？你忙你的。这些日子谢谢许大人了。倒不必客气，主要明日也有信函送给林大人，顺便这红薯也得送过去一些，都是顺路的事情。林小姐也不必推辞，毕竟这也是林大人所托，本官不敢怠慢。那就多谢许大人了。文月，明日我和你一起回去看看伯父伯母。我才知道林公子竟然是个小女郎，还没好好招待你呢，竟然就要离开了。徐婶子，我以后还会来的，到时候再来看您，您可别嫌我烦哦。沈渊媳妇真的是从北边逃荒来的吗？我看她和那2个贵女坐在一起，一点都不输气势，无论是长相还是气质，都不像是农户出身。跟那2个贵女一样，举手投足也像是大家小姐呢。还有沈渊，总感觉哪里不一样了，又说不上来。沈渊一走就是8、9年的，在军营不知道多艰难才能活下来，有点变化正常啊。哎，别说了，他就是沈渊，咱老沈家的人。哦，还有婉婉，若不是农户出身，怎么可能那么懂农事呢？他们都是好孩子，明日还要去新平县帮你们呢。若不是我们老沈家的人，怎么可能对我们那么好啊？哎呀，你也看到了，这家里现在就靠着他们才生活好起来的，以后啊只会越来越好。有些事情吧，该糊涂的就糊涂，明白不？大嫂说的是咱们老沈家的福气。谁说不是呢？也是咱大柳树村的福气呀。嫂子，要不你明日也跟我们一起去府衙吧？明日我还有事情，等以后有机会一定去。县令大人一行吃了大锅饭就准备回去了。沈苏明还有沈华父子2人去了老宅，听说了沈心如家里的事儿，就是也不走了。他们决定明日跟他们一起去新平县。用不了这么多人，我们几个小辈就能够解决的事情。明日大伯、二伯还有大伯娘你们都在家，就大哥、二哥还有沈华，我们一起去。心如若是想分家呀，没有长辈也不行。你们几个嘴笨，还得我去。沈渊，就让大伯他们也都跟着吧，不让去，他们也不放心，在家坐不住。众人商量了一阵儿，苏婉婉和沈渊才离开老宅。谁知回到了家，门口竟是站了许多村民。沈渊媳妇，你们回来了。沈渊媳妇儿，哎，我家里攒了一些鸡蛋给你送过来了。这是我家菜园子里菜，别嫌弃啊。来，这只野兔给孩子们吃。这是我做的大酱，可香了，拿来给你们尝尝。婶子，这太多了，你们拿回去自己吃啊。哎呀，沈渊媳妇儿啊，你就收下吧啊，这都是我们的心意呀。对啊，若不是你，我们也种不了红薯。这红薯县令大人要按精米的价格收购呢。是啊，等秋收后卖了银子，我们家就能再买2亩地了。我家老大也能出得起聘礼娶媳妇了。哎呀，咱们都是沾了沈渊媳妇儿的光了。我们不知道如何表达感激，家里也没什么好东西，不值钱，你一定要收下。谢谢婶子们，咱们都一个村的，只有大家都好起来才是真的好。等把所有人都送走了，苏婉婉发现院中多了好多东西，就像是杂货铺似的，吃的用的什么都有。平儿妹妹，你以后有何打算？我不知道，可能会被说个婆家，嫁过去。平儿你还小呢，着急什么嫁人？
你是个勤快的，等你们分家出来，你们母子3人也不能只靠种地。唉，我们庄稼人不种地能干啥？姑姑，我很喜欢平儿妹妹呢，如果你放心，可以让她以后来我们作坊做工，作坊有食堂还有宿舍。这一夜大家休息的都比较早，第二天一大早他们就出发了。等到了新平县呢，都已经到晚上了。众人也没有急着去村里，而是先在县城里找了个客栈住下。大伯娘他们累了，留在客栈里休息，而沈渊只带了苏婉婉出来。很久都没有逛夜市了，苏婉婉又找到了那种在现代吃遍夜市的快乐。收钱，20个铜板，交不交？几个黑衣大汉收了铜板，又跑去下一家。娘，一天晚上也卖不了几个钱，还要交20文保护费，咱们还不如不干了。唉，没法子呀，不出来卖东西，咱们母女2人能干什么呢？生意好的时候啊，还是能留下一些的。夫人，卖头花吗？大婶，刚才那些人是什么人啊？每天都要来收费吗？可不是嘛，每天都要来收，不交钱就不让摆摊儿。我们这摊子总共也赚不了几个钱，给了他们留不下几个铜板了。我看他们不像是官府的人。哪里是，他们是彪三爷的人。两人默契的没有多问。付了钱，2人就继续向前走去。我觉得成王不一定知道彪三爷私自收高额保护费的事情。你说的对，这是有人狐假虎威，借着成王府的利益自己敛财呢。那我们怎么做？按照苏婉婉的想法，一封举报信直接送到成王府算了。不急，若是直接捅到成王那里，会打草惊蛇。我已经让人去查了那李彪的底细了。也行，咱们明日先去姑姑家里，让他们分家了才好，最好直接断绝关系。翌日，一行人早早起床，直接赶往沈心如的家里去。沈心如婆家离县城并不远，只1个时辰便到了。这个村落看起来很大，至少比他们大柳树村要大了不少，而且村子看起来很富裕，没有很破很小的那种房子，家家都是盖得很结实的土坯房。谁呀？谁来了？呀，是老三家的回来了，这是你娘家人吧？真是稀客呀！你这孩子怎么这么不懂事？眼看着都要农忙了，大老远的，怎么让娘家人都跑来了？大孬，还不快喊你爷爷去，就说你三奶的家里人来了。院子里的6岁小童听到曾奶的话，立马就要跑出去，可张翠花却是一下子堵住了那孩子。哟，婶子，你可真有福气啊！这是曾孙吧？哎呦，你这可算是4世同堂了啊！娘，这都是谁啊？他们要干什么？你们这是干什么？老三媳妇，你喊你娘家这么多人想干什么？哎呀，亲家，别着急嘛，咱们可是亲家，能干什么呀？就是想和你商量个事儿。我们这大老远的来了，咱们就先进去，坐下慢慢说。你们来这么多人，可不像是说事儿的。更何况我家里现在老大当家，他不在，我们没法说事。啊，成，那你就让你们家老大给叫回来吧。我家心如呢，嫁到你们家也这么多年了，我这做嫂子的也没来看看，就连你们家老三去年出事儿，这我都没赶得及来吊唁呢，还真是惭愧呀。哎呀，这老三走了，我这可怜的小姑子一家3口可怎么过呀？哎，心如啊，你住哪儿啊？大舅母，我和我娘他们住在那边的老屋子。那房子能住人？那么大的新房子呢，也没给我这苦命的小姑子一家3口留2间吗？就是，听说姑父出事赔了不少银钱呢。这房子是用那抚恤金盖的吧？怎么就没姑姑住的？亲家嫂子别生气，是这样的，我们家人口啊实在太多，小辈们都该成亲了，这不也是没办法吗？等有钱了，那边还会重新盖的。该成亲就住新房，那宝林不也说亲了吗？更何况这是拿着他爹的死人钱盖的房子，
难道不应该先分给他一间吗？那宝林不是还小吗？哥哥们都大了，先紧着哥哥们。还有2个堂兄比我哥还小呢。哎呀，婶子，这可就是你的不对了啊！咋的呀？就欺负我们家小姑子呀？那欺负她没有爹娘，可别忘了啊！她虽然没爹娘，还有我这大嫂在呢。今天你必须得给我一个说法，凭什么让他们母子3人住那么个房子？不然的话，我非要去找你们村里正来评评理了。说法？他克死我儿子，还想住好房子，哪里来的道理？我呸！克死你儿子？你哪来的大饼脸说这种话啊？你儿子是在矿难中走的，怎么会是他克死的？那煤矿是城王的，你有种说是城王害死你儿子？自从老三走后，他们这一房没了劳动力，就该住那个地方。我是她婆婆，这样分配没有任何问题。咋就没劳动力了？宝林和平儿是没干活还是咋的？心如每天都躺在床上了，啥也没干呢？偏心也不要这么明显的。我娘干可多活了，有时候半夜还在洗一家人的衣服。对，我哥也是下地，比他们干的都多。我又没缺你们吃，那房子也不是不能住，你们家没了男人，我们能养着你们已经够不错了。你们还想咋的？想睡上房？想吃山珍海味？苏婉婉知道大伯娘这次是遇到对手了。你和你个老不要脸的啊！什么叫养着他们呢？他们需要你养了吗？他们有手有脚的，没少干活，你们养他们什么了？他们没有要求住上房，人家的男人，人家的爹死了，用鲜血换来的抚恤金盖的房子，难道就不能分给他们2间吗？更何况了，你给他们吃的什么呀？那2个孩子瘦的都快脱相了，哪来的脸说养着他们呢？我看你啊，就是看人家男人死了虐待他们。这2年日子都难，我们自己也是吃糠咽菜的，能不饿死就行了。成，我姑姑他们不需要你们养了，分家吧。对，分家。我姑父那么多抚恤金，得分一部分给姑姑。对，抚恤金不仅是给爹娘的，还有妻儿的。现在就分，我们姑姑才不受这鸟气，分出去不伺候你们一家子过得更好。哟，原来你们是来撺掇分家的，还要抚恤金？哼，你们是来抢钱的吧？哎呀，不活了！外县的人都欺负到村里来了。他大婶儿，你怎么了？你们家这都是什么人呐？怎么欺负你们了？我这老三媳妇娘家人来抢银子了，非要让我们拿出老三的抚恤银子，都抢到家里来了呀！哎呦！你放屁！谁抢你们银子了啊？我们是来为我妹妹主持公道的。既然大家都来了，那就让大家评评理。这王家这么多的房间，就让他们娘仨住那个啊？你们这不是欺负人吗？都是乡里乡亲的，你们想必也都知道他们娘仨在家里过的什么日子。老三死了，你们就欺负他们娘仨，吃最差的，住最差的，就不怕老三从地底下爬出来找你这黑心肝的算账啊？我是没想到啊，咱村里的婆婆们就是这么欺负死了丈夫的儿媳妇的吗？这以后谁还敢嫁咱们村啊？小朋友，麻烦你去叫李正过来好吗？正好大家都在，我让人请李正大人过来。我姑姑不能被他们这么欺负，今日就在大家的见证下分家。婶子，我看人家娘家人也不是不讲理的，3房想分出去就分出去呗。是啊，那宝玲年龄也大了，等娶了妻，人家3房自己也能过，这不也不拖累你们了？婶子，你不是总是嫌弃他们吗？这分出去更好啊。谢谢大家了，我们今日来呢，也是想着既然老太太不待见他们，干脆就分了好了。我姑姑他们都勤快，这日子总能过下去的。我们也希望这个家能够和平的分了。你们怎么向着外人呢？我们可是一个村子里的，他们都欺负到我们的头上来了呀。这位老太怎么说话呢？我们怎么欺负到你们了？让分家就是欺负你们了吗？那我姑姑他们在家里过的什么日子，这就不叫欺负了？村里的大爷大娘们都是帮理不帮亲，都是好人呢。你们那样欺负我们姑姑，我们没来找事，心平气和的要求分家有错吗？你们没理，就是一个村的，说破天也没理，总不能让大爷大娘们帮你们欺负我们外地人吧？哎，这小媳妇儿说的不错啊，我们就是帮理不帮亲。
婶子，人家没来闹事儿，你就偷着乐吧。趁着这机会啊，这家分了也好，你们一家吃香喝辣的，看把人家娘儿仨折磨成啥了。对，太不厚道了。老三还活着的时候就对人家不好，老三死了就变本加厉了。老大怎么还不回来？哼，这些村里的人也太不知道感恩了。平日里没少往老大那里卖菜，以后他们的菜坚决不能让老大再收。李正很快就来了。既然要分家，王刘氏，你说吧，能分给三房多少东西？分可以分，但是我家里已经没银子了，就这处宅子，就在这里围堵墙，他们还住那个老房子里。呸！你说的什么话？当我们不在呢吗？啊，就那2个快塌了的房子，你还要不要脸了？地呢？你们家总共有50亩地，怎么着也得分给三房15亩吧？地？那都是我家的地，老三自从去煤矿上工都没做过下地的活儿，凭什么分给他们？老三赚的银钱没给宫中吗？王刘氏子孙都在这里看着，做人做事不要太绝。嘿，对，还有老三的抚恤金，一并啊分给他们一些。凭什么？老三媳妇一个坏人，凭什么拿走我们王家的东西？坏人？那宝林不是咱王家的子孙吗？你怎么这么糊涂啊？富贵他们3兄弟各有分工，按说家产应该分为3份，1人1份。我看咱家条件不错，富贵当初的工钱也不少，也是出了大力的。不说多分了，就分3份的1份，分完家我们立刻就走，不分完啊，我们这么多人还就不走了。对，我们今日既然来了，也没想着稀里糊涂的回去，该我妹妹的一点都不能少。大哥二哥，威胁谁呢？既然来了，就都别走了。我老王家的门可没那么好进，谁敢让分家，今天定让你们竖着进来，横着出去。老大回来了，哎呦，你可终于回来了，你娘快要被他们欺负死了呀！沈心如的娘家竟然有这么漂亮的小媳妇儿。沈渊忽然就动了，他二话不说，直接就向那王富强袭击而去。敢用那种目光看待媳妇儿，找死呢！众人大惊，纷纷避让，场面一顿混乱。这汉子也太厉害了吧！以1敌8，一招制胜。你是谁？敬酒不吃吃罚酒，带那么多人回来想干什么？当老子是干什么的？渊哥厉害了呀！哦，我渊哥求带飞呀！你老王家的门我们就进了，刚开始说要分家的你们不给脸，现在规则我们说了算。我姑姑一家要和你们这群狼心狗肺的人断绝关系。李正、王组长，你们也看到了啊，我们刚开始是要心平气和的分家的，这老大带8个打手回来是干什么？一开口就让我们别走了，我们也没办法，只好先发制人，吓着诸位了。对呀，还带8个打手过来呢，我的个娘嘞，这是要打死我们啊！幸好我这侄子出手，不然我们怕是都要交代在这儿了。你快松开，老大啊，儿啊，李正组长，他们欺人太甚，你们就眼睁睁的看着外乡人欺负我们。这时呢，王家老二还有几个孙子辈的人也回来了，看到这状况就要朝沈渊攻击而来。住手！你们都住手！组长，你不能包庇外人呐！放开我！惹了我，在新平县的地盘上，你哼，你是想说李彪？他们竟然知道彪三爷，可是他竟然一点都不害怕。今日别说李彪，就是再来个王彪、铁彪，我照废捕。我的腿啊！王富强一声痛呼，直接晕死了过去。没天理了，杀人了！李正组长，你们就这么看着外人在我们
村里作威作福。富强，这王富强跟县城的彪三爷一伙为非作歹，还要把自己的亲侄女卖给彪三爷做妾，更是敢肖想自己的亲弟妹死有余辜，如今断他一条腿，罪有应得。这王富强的确不是东西，我们去酒楼买菜，乡里乡亲不说帮忙也就罢了，还收我们一半的钱孝敬他。对呀，也不是我们不愿出啊，他们收了我们的菜，我们感激，那些菜总共也卖不了几个钱，他们收几个铜板也就罢了，恨不得把钱都给收走，太过分了。他还领着咱们村几个小伙去赌坊，染上了毒瘾，现在那两家人快过不下去了。大哥大嫂沈渊，彪三爷他势力很大，我们娘仨儿能脱离王家的苦海就得了，你们不要为了我们去惹上彪三爷。平儿他……对呀，你们是外县人，可能不知道彪三爷的厉害。王富强是做错了，可是如今……你们还是赶紧分了，带着心如他们离开新平县吧，不能耽搁了。大舅、大舅娘，各位表哥们，平儿谢谢你们了。我娘和我哥能逃离王家已是万幸，你们不用管平儿，就带着我娘他们离开吧。我的卖身契还在彪三爷手里呢，我嫁过去就是了。哎呀，平儿，你这丫头，快起来啊！我们既然来了，就会管到底。他只是一个大伯而已。哎，你虽然没有爹，但是还有娘呢，怎么也轮不到大伯把你给卖了。沈渊、婉婉，你们看这件事儿要怎么管呢？大姑娘，那李彪的事情以后再说，当务之急，先让姑姑和他们断亲。劳烦两位，我们今日就要断了这门亲事，那什么彪三爷那里就不劳诸位费心了。宝林啊，你是王家的子孙，你也愿意断亲吗？祖爷爷，我愿意断亲，但是我还会姓王，我永远是王家的人。好，好，是我王家的好儿了，你快起来。放心啊，祖爷爷会替你们做主的。不管那刘大莲是如何的闹腾，硬是从他屋里抠出了20两银子给母子三人，同时也让人写了断亲书。村里人看着一行人浩浩荡荡离开，再看到地上躺着的8个打手，很久都没有散开。我若是也有这样的娘家就好了。哎呀，是啊，沈心如有这样的娘家也是值了。人家的舅舅和表哥们怎么那么好呢？平儿的卖身契还在彪三爷手里，不知道他们能不能拿回来。他们打伤了彪三爷的人，这会儿怕是彪三爷已经得到消息了。哎呀，我倒是希望那汉子也能教训一下那彪三爷，省得他再为祸乡里。这王家这下子完了，多好的儿媳妇孙子孙女不要，竟是偏心那些烂泥扶不上墙的。大嫂，谢谢你们，以后带着孩子好好的过日子。哎，对了，你们怎么想的？要去哪过日子呀？娘，我有2个想法。听说煤矿还在招工，我想和爹一样去做工养活你们。要不我就跟大舅他们回大柳树村，我们还有20两银子，可以先把户籍落在大柳树村，然后买一些荒地，我有的是力气，咱们也种红薯玉米，总也能活下去。咱们不去煤矿。宝离，你爹已经走了，我跟你妹妹，我们不能再承受失去亲人的痛苦了。对呀，宝林呐，咱不去挖矿了啊，你们来大柳树村吧，落户也花不了多少银子。咱们村啊要培育菜种。哦，对了，我们呐还开了水磨，你娘啊和平儿也可以去磨坊帮我们呢，活计多着呢。你大舅娘说的是，宝林，你们可以到大柳树村来。我和你3表哥的作坊缺少人手，而且我们还有3块坡地，这秋收后就要开垦种其他作物了，实在忙不过来。姑姑你们都可以来做工，我们可能还要招很多其他村的人，那么多人我们也不能完全信任，你们来帮忙看着，我们也才放心。谢谢3表哥、3表嫂，谢谢舅舅、舅娘，你们放心，到了大柳树村，我一定不会丢你们的脸。现在已经是下午时间了，一行人去吃了个饭，先到客栈休息。怎么了？那李彪还很棘手吗？李彪在成王府的后台是成王府的管家，这没有什么好奇怪的。
他们早就猜测到李彪的背后人不是成王，而是一个成王府中很有话语权的人。可让人诧异的是，李彪这个人竟然出身于土匪。沈渊，如今大柳树村名头在外，都知道中了红薯，你说黑风寨会不会趁着秋收去打劫大柳树村？现在离秋收还有几天，我们先解决这个隐患。此时新平县县城堵方，一身黑衣的李彪听到下人的回报，也是一惊。何人这么大胆，竟然坏我彪三爷的好事？王富强那个蠢货！那村里的汉子已经一五一十地把村子里发生的事情给讲了一遍，听得李彪更是火冒三丈。好，很好，这个村子的里正也是个好样的，明知道是我彪三爷的人还帮着外人，真是不把我彪三爷放在眼里啊！来人，去打听一下他们现在在哪里。沈渊一行人并没有隐藏踪迹，很快便有人回报了。这李彪也是个勇的，二话不说带人直奔客栈而去了。只可惜啊，他们注定是要扑个空的。沈渊带着沈华还有王宝林直接去了煤矿山，却让沈素悄摸摸地离开，去了一家酒楼。我们这里的炼煤技术领先整个大夏朝，你去其他煤矿山看看，他们的煤饼毒烟更大，所以价格方面自然也要高一些。刘管事既然这么诚恳，我也不废话了，再降低1成，而且由你们5天送货一次。渊哥，你可是来卖煤饼的，这么硬气就不怕被赶出去吗？这可是官府经营的呀，人家宁愿卖不出去，怕是也不会卖给你。刘管事只是犹豫了片刻便应了，接着双方就签署了合作协议。签好协议以后，便邀请刘管事一起吃个饭。于是啊，不多久，一行人便来到了县里最豪华的一个酒店凤仙楼。此时啊，天已经完全黑了下来，从他们的窗户往下看，夜市再次繁华了起来。我们这刚支起摊子，还没卖一个钱呢。大爷，行行好，等卖了钱我们再给成不？这时，隔壁窗户边一个茶杯摔碎的声音传来。今天若不是本王出来，怕是还不知道本王弄的这个市场竟然成了他们敛财的工具。沈小哥，隔壁是我们成王殿下，恕在下失陪了。刘管事请便，下回再欢迎刘管事到我们作坊亲眼观看一番。沈华，你们2个小心一点，能打就打，不能打就跑，不要逞强。彪三爷，你这是干什么？刘管事啊，我跟这人有点恩怨，让你受惊了。接下来的画面可能有些残忍，刘管事年纪大，就请出去吧。彪三爷是谁？好大的口气！在本王的地盘上，除了本王，还有人敢称爷？是这条街道的管事。一个管事这么嚣张的吗？李彪，你不要太过分，这是我们煤矿山的大主顾，你若动了他，失去这个大主顾，煤饼积压卖不出去，王爷震怒，谁也保不了你。王爷？哼，王爷闲云野鹤，谁管你这事儿啊？三爷我可不是吓大的，今日就是王爷来，这小子我也收拾了，我看谁敢胡打。说完，他一个眼神过去，几个大汉直接拖着那刘管事就往外扔。给我扔远点，再敢靠近了，我连你也打！李彪带来的人一拥而进，全部涌入了雅间儿。刘管事立马爬了起来，见他们的人都进了屋，立马就要去敲隔壁的房门。还没等他敲门呢，门自动开了。刘管事刚想要说话，成王一个眼神过来，示意他稍安勿躁。小子，就是你打伤了我8个人。既然知道是我，就麻溜点的把王平的卖身契还给我们，或许我可以少卸你一条腿。能被老子看上是那贱丫头的福气，还想要卖身契，想屁呢！给我打，生死不论！